这个世界女性的向往是能与王子成婚，然而女孩却努力拼搏，只为进入骑士团，过上安逸生活。原来女孩意外穿越成为小说女主的闺蜜。原著中的女主角赫斯提亚容貌甜美可人，因此吸引了3位痴迷男主角的倾慕。作为她的密友娜娜，在男孩中也颇受欢迎。然而，他们接近娜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探寻赫斯的情况。最终，家族破产的她不得不嫁给了富有贵族。为了改写悲剧结局，女孩立誓此生不再扮演牛郎织女之间的鹊桥，她打算依靠骑士编制安享舒适生活。然而，娜娜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她的转变不仅赢得了3位男主角的倾慕，就连知己赫斯也发誓非她不嫁。今天是奥格兰学院新学年的开学日，赫斯与哥哥海伦分开后，被管理人员带入学府。路上，赫斯询问娜娜选择了哪门学科。当听到娜娜选择了剑术，赫斯的脸上露出了担忧之色。男生们普遍不欣赏修炼剑术的女孩，娜娜却淡然一笑，她根本不介意旁人的眼光，只要自己想要什么，就去追求什么。赫斯明显已经习惯了娜娜的胡言乱语，他只是心情难过，因为娜娜无法与他一同上课。很快，入学典礼拉开帷幕，成绩优秀的娜娜并未选择坐在教室前排，因为位置太靠前，就无法偷偷睡觉。这时，校长宣布新生代表登台演讲。听到这个名字，娜娜觉得有些似曾相识，记忆中这个名字似乎是皇太子的。当看清舞台上人物的容貌时，娜娜顿时感到寒意袭来。原来早晨她与对方发生了争执，两人为了争夺一把宝剑斩开激烈争斗。最终，娜娜成功运用精灵球捕捉了皇太子，并尽情讽刺了他。想到皇太子扬言下次相见要让他难看，娜娜心中顿生忧虑。偏偏她和皇太子选的专业都是剑术。走在去宿舍的路上，娜娜流露出心神不宁的神情。赫斯那出众的容貌已经吸引了众多人的倾慕。然而，相较于这些男生，赫斯更加关心娜娜所经历的遭遇。娜娜匆忙辩解自己没事，不知不觉间，两人来到了寝室。临别时，赫斯心生悲伤，抱怨不已。原以为不住在一起，你会感到不开心，没想到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你就去与那些修炼剑术的男生共度时光吧，我未来也要结交许多朋友。无奈之下，娜娜只能摸摸头，安抚她的情绪。她发誓，唯一的好友是赫斯。赫斯仍感觉心有不甘，他要娜娜承诺不轻易接受男生们的表白。娜娜默默无言，心中想到，自己能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就已经不错了。终于成功摆脱了这个缠人的粘人精，娜娜找到了自己的住所，忐忑不安地推开房门。床上的一个学美妆专业的女孩漫不经心地向她打了个招呼，她名叫海兹尔，因为对方是3年级的学姐。娜娜恭敬地走上前去行礼问好。海兹尔问娜娜，体验过单人寝室变成双人寝室的感受吗？娜娜陷入了沉默，不知道如何作答。就在她误以为学姐性情古怪时，海兹尔却笑容满面地表示开了个玩笑。随后他热情地邀请娜娜入座。娜娜悬着的心逐渐平静下来。这时海兹尔询问起她的专业。当听到剑术专业时，海兹尔的脸上露出了满满的不可思议。要知道，成为骑士之后就很难谈恋爱结婚了。娜娜认为结婚并非她的安全保障，只有丰厚的收入和充裕的养老金，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一生。海兹尔激动地握住娜娜的手，他欣赏那种独立又帅气的女孩。娜娜心中涌动着万般感慨。每当她向他人表明自己渴望成为骑士时，人们只有2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要么是对她的选择提出质疑，要么鼓励她确实很有志气。她对这种反应很理解，要是在以前，她也许会考虑过相夫教子的生活。然而，自从她做了有关前世的梦后，她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梦境中，她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小说的世界，她将因家族破产而被迫嫁给富有的贵族，最终甚至不幸的悲惨死去。偏偏一切的起因竟是她那位好友赫斯。她专心研读小说，希冀能获取一些有益的信息，竟然意外目睹原著中皇太子夏伊尔对赫斯表现出狂热的爱意。娜娜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到了上剑术课的时候，为了避免被皇太子识破身份，娜娜用毛巾将脸遮得严严实实。看到远处的皇太子全然未察觉自己的存在，女孩心中松了口气。谁知道老师突然宣布要进行1对1辅导，娜娜恰巧与皇太子并肩而立，她实在不愿与皇太子相遇。原著中的3位男主角虽然心智都有些不正常，然而最执着疯狂的非皇太子夏伊尔莫属。他为了接近赫斯，刻意与娜娜拉近关系。然而事与愿违，他开始对娜娜展开病态的纠缠。于是娜娜哒哒哒地奔向老师，她承认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展开对抗性训练，希望老师允许她独自去后面练习剑术。老师听后微微皱了皱眉头，随后果断拒绝了娜娜的恳求，语重心长劝告娜娜不要因恐惧而选择逃避。老师对你选择剑术这条道路十分钦佩，尤其是作为女孩子，因此我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支持你。说着，他请求皇太子亲自指导娜娜学习剑术。看到皇太子满脸不悦，老师威胁他称，若不合作，将向陛下揭发他逃课的行为。娜娜在内心劝告老师停止讲下去，否则她自己成为公务员的梦想便破灭了。自从娜娜开始做起前世的梦以来，她的理想发生了转变。其他女孩幻想着与王子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她却一心向往成为公务员过安稳生活。为此，娜娜每天拼命钻研，夜晚她对着镜子自勉，毫不懈怠地坚持锻炼体魄和剑术。但若是被发现侮辱皇族，她注定只能在牢笼中度过余生了。与此同时，皇太子也注意到娜娜的装扮异常奇特，他询问娜娜是不是罪犯。娜娜急忙摇了摇头，那就将毛巾揭下。娜娜的摇摆更加炫酷了。皇太子见到她这个样子感到愤怒，
突然间，他意识到娜娜的容貌有些让人熟悉。经过长时间的注视后，最终找到了答案。原来又是一个对自己产生迷恋的粉丝。我没想到你们这群女孩会如此执着，竟然不惜花钱报剑术课程，也要来追求我。娜娜惊讶的张口结舌，她羞涩的捂住脸，拒绝承认。然而皇太子却毫不相信，还说娜娜头上围着毛巾，只是为了假装柔弱，吸引他的注意。随后他傲慢地命令娜娜收拾一下滚蛋。这种纠缠不休的举动令人作呕，傲慢自恋的态度让娜娜感到相当气愤。她高声斥责皇太子，警告不要随意猜测他人。她上课的动机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只有成为骑士后，政府的薪酬和福利才能让她陶醉其中。因此，请皇太子殿下不要误会。直到看到娜娜嘲笑的神情，皇太子方才恍然大悟，之前将他囚禁在玻璃球中的女人，声音和容貌都与娜娜惊人相似。随后他毫不犹豫地揭下娜娜头上的毛巾，发现那正是当日与他争夺剑的女子。娜娜一个后撤步退至10米开外，抱怨皇太子整天抓住细节不放。皇太子顿时勃然大怒，疾步走向前来。就在他即将抓住的那一刻，娜娜施展了神速魔法，瞬间飞驰而出，离开50米远。经过老师身旁时，顺便解释自己去上个洗手间。傍晚时分，赫斯来约娜娜散步，然而娜娜疲惫不堪，渴望早些入睡。赫斯听后只得依依不舍地拥抱了她，并叮嘱她好好休息。回到房间，娜娜一头扎进了床上。突然包里传来了语音提醒，娜娜以为是家人打来的电话，结果却是委托维修魔法道具的重任。起初她的脸上还带着不耐烦的神色，然而听到对方愿意额外支付5枚金币，她立刻心满意足地答应了，并承诺修好后会给她回电话。原来娜娜追求财务独立，还另谋她业以补贴家用。她的另一身份是施内瓦莱，是专门修复魔法道具的魔法师。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她前世学到的编程技能。娜娜正怀着赶紧修好东西拿回报酬的念头，然而突然传来的呼喊声让她吓了一跳，赶紧把东西塞了回原处，扭头一望，却见海兹尔回来了。他询问娜娜在剑术课上是不是碰到了有趣的事情，听说剑术课上有一位女生严重便秘，上课期间她前往厕所却至今未归。娜娜听后霎时如遭雷击。与此同时，皇太子在寝室里发着脾气，吵闹声让室友辗转难眠。第二天，娜娜本应该在陪伴赫斯散步，突然皇太子的到来惊吓了他们两人，匆忙藏进了树林。皇太子怒气冲天，急切要求娜娜速速现身。眼见无人回应，他毫不犹豫地拾起石块，开始进行无差别攻击。恰逢一块石头击中了赫斯的脑袋，痛楚让他情不自禁发出了一声呻吟。娜娜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赫斯竟然毅然挺身而出。当皇太子目睹赫斯娇泪如雨下的模样时，原本愤怒的面容上不知不觉泛起害羞的红晕。他吞吞吐吐地询问赫斯的伤情，赫斯哽咽说了句没关系。随后他不再理会皇太子，独自离开。突然皇太子发现了赫斯留下的蜜雪冰城，他捧起心口开始深情表白。树丛中的娜娜听得无法忍受，不知不觉身上泛起鸡皮疙瘩。录音已完成，突然响起的提示音让他们俩瞬间呆立当场。娜娜慌张地从口袋里翻找出语音通讯设备，原来今天她本来把要修理的东西带在身边，然而她却忽略了这个道具存在着触摸及录音的故障。跟随声音，皇太子发现了隐藏在树丛中的娜娜，终于成功逃回宿舍。娜娜正忧心忡忡，担心皇太子会生气将她赶出校园。转念一想，她手中的物品恰好是皇太子的软肋。娜娜一口气将录音复制了数份，这搞笑的表白让作为皇太子粉丝的海兹尔都忍不住感到恶心。第二天，娜娜与赫斯约定晚上相会，她随即兴奋地赶往剑术课。看到娜娜重拾往日的活力，赫斯终于不再那么为她担心。剑术课上，娜娜阴阳怪气的询问皇太子的健康状况，皇太子有些困惑，随即便听到娜娜用她昨日所言来讽刺自己。殿下，您昨日曾言心脏欲停，是不是确诊患上了什么重疾？皇太子害羞得满面通红，这一反应让娜娜忍不住心生调皮之念，想要开开玩笑或者寻找机会报复。随后他当众播放起录音，皇太子慌乱的一把夺过，用木剑将通讯器具砸得粉碎。怎料下一刻，娜娜竟然又取出4个循环播放器。皇太子勃然大怒，要求娜娜给他一个痛快。娜娜连声说不敢，毕竟她未来身为骑士还需侍奉殿下。眼见时机将至，娜娜收敛了调侃的言辞，她告诉皇太子，成功需要1%的努力和99%的靠山。时下皇室骑士团已经很久没有招收女性骑士了，因此即使她符合条件，也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皇太子没有回答，他也逐渐领悟了娜娜的内心所渴望的，他只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而且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充满自信。皇太子应允了娜娜的请求，不过皇太子也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当听到皇太子希望依赖他认识赫斯时，娜娜果断予以拒绝。与此同时，科里正走向教室准备上魔法课，一抹迷人的粉色吸引了他的目光。赫斯绝美可爱的容颜令人目不转睛。这时一个男孩打上赫斯，你看到了我上次给你写的信吗？因为等待很久仍未收到来信，赫斯直接公开处刑，抱歉，我不知道即使是拒绝也要回复，而且我心中唯一的挚爱是娜娜。旁观的科里不禁冷汗直冒，外表温柔内心果敢，不过他口中的娜娜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魔法课的教师站在讲台上授课，台下的学生却酣然入梦，唯一保持清醒的只有娜娜一人，看似像模像样的做着笔记，实际上是在课本上涂鸦皇位太子。
记忆中，赫斯和皇太子的第一次相遇并没有那么早，然而两人却应该是心有灵犀。然而如今，赫斯明显对皇太子不感兴趣。娜娜心里说服自己，应该是皇太子小时候比较普信的原因。突然一个脑瓜崩打在娜娜的额头上，老师责备她上课态度不端正，并布置了课后任务。娜娜心头波澜起伏，明明其他人都在沉睡着，魏光头却偏要前来训诫她，想必是因为羡慕并妒忌自己的聪颖才智。下课铃声响起，娜娜便迅速夹着书包冲向食堂。正当他们准备尽情享用美食时，却突然被皇太子喊住。他表面上称有要事找娜娜，实际上他却是想借此机会与赫斯交谈。得知皇太子要带走娜娜，赫斯他满脸不情愿，这种娇弱无比的神情深深触动了皇太子的心灵。然而皇太子却选择保持沉默，假装对赫斯毫不在意。当赫斯心情不愿地离开后，娜娜用变态的眼神催促他赶紧开口。昨天的剑术对练中，娜娜意外战胜了皇太子。尽管娜娜依赖魔法来取巧，然而皇太子从未见过其他人能如此娴熟地运用魔法。于是两人结下约定，皇太子协助娜娜锻炼身体，娜娜则被选为教皇太子的魔法师。第二天，皇太子为娜娜制定了专属的训练计划。第一个项目就是10000次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娜娜深深怀疑对方在戏弄她，不料娜娜给予皇太子的计划更加匪夷所思，每日坚持击打魔法强化的拳头和木剑5000次。两人心知肚明，彼此刻意折磨，却又都不愿认输。夜幕降临，娜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看到她颤抖的模样，海兹尔走上前去扶着她。娜娜刚刚表示自己安然无恙，随后便疲倦地倒在地上。海兹尔洗完澡后，一边帮助娜娜擦头发，一边劝告她不要继续逞强。随着皇太子训练强度的增加，导致娜娜每日归来时浑身是伤，有时候甚至要在未洗漱的情况下就入睡了。多亏了海兹尔的关照，她才算得上是个完整的人。明明才相识短短几天，却如此细心呵护自己。娜娜等到海兹尔入睡后，才安然躺下休息。突然的一声呼唤瞬间唤醒了她，仔细一瞧，原来是赫斯。他蠕动着钻进娜娜的被窝，经过询问后，才得知赫斯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娜娜在人群中与众人欢笑，却唯独将她抛诸脑后，置之不顾。他不敢想象没有娜娜自己将何去何从。闻及此言，娜娜心生愧疚，这几天专心锻炼，忽略了赫斯。对于初次体验住校生活的女生来说，焦虑是再正常不过的。下一瞬间，赫斯紧紧拥入娜娜的怀抱，他不愿长大，心愿只是与娜娜撒娇度过一生。娜娜无法安慰，因为她的愿望太过不切实际。最后，她轻拍着赫斯的背，将他哄入梦乡，心意已决，明日将好好弥补这段时光的疏忽。第二天，娜娜向赫斯展示了这些天来的训练成果。虽然这种行为在外人看来有些呆萌，然而看到赫斯重新挂起笑容，娜娜认为这些琐事微不足道。午休结束后，他们不得不赶去各自的专业课。临行前，娜娜将一根冰棒递给赫斯，这是赫斯小时候就梦寐以求的。然而娜娜一直表示价格昂贵，舍不得购买。如今娜娜依旧固守原有想法，一点也未改变。她骄傲地说这是自己用葡萄汁手工制作的。等娜娜与赫斯辞别之后，方才赫斯脸上的笑容又黯然失色，实际上他内心充满了迷茫，一边期待娜娜能为了理想不断迈进，然而又担心她前行太过匆忙，会将自己抛在身后。穿越成小说女主的密友，为了改写自己的悲剧命运，女孩努力奋斗，只为加入骑士编制，过上舒适生活。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这个被男主角们争相追逐的闺蜜赫斯，其实心中只想与她共度一生。终于成功哄好了赫斯，娜娜整装待发，准备前往剑术课。照着镜子，才恍然发现自己的体力和肌肉确实比以往有了长足进步。尽管皇太子的训练方式令人火冒三丈，但比自己一个人瞎练要强很多。来到与皇太子约定的地点，娜娜等了许久，却始终不见踪影。只见不远处的红绿灯三兄弟在嘈杂喧嚣的吵闹，三人环顾周围无人，于是决定策划一场大事。在魔法课上，老师提到人体内含有一种气体，可以增强火焰魔法的效果。作为魔法师，娜娜自然知道其中奥秘。然而她没想到这几个呆萌角色竟然打算尝试。霎时伴随着刺鼻的臭味，火焰爆裂开来。娜娜开始有些懊悔，自己不应该隐藏在这里沉默不语。这时皇太子在娜娜身旁坐下，手中捧着水晶球，记录下三个呆萌的影像。原来你上次看我讲笑话时是这种心情。娜娜见状微微点头，皇太子握紧了拳头，还好你信守承诺删除了音频，否则将会出大事。话音刚落，娜娜哑口无言。皇太子顿悟了一切，气急败坏地追赶着娜娜，要让她见识一下。放学后，皇太子回到寝室净身洗浴，掀起衣袖，露出布满亲子伤痕的身躯。这段时间，娜娜对他的训练更加严苛，毫不手软，各种神奇的法术打得他晕头转向。想到自己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羞辱，皇太子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偏偏自己对他束手无策，明明是个魔法天才，却因为一点金钱而想要成为骑士。皇太子有些后悔最初惹恼了娜娜，然而眼下只能接受现实，努力训练自己。仔细回想，娜娜在教导自己时其实相当耐心，时而赞美，时而纠正其过失。然而他总是觉得娜娜把他当作弟弟一般照顾，虽然奇怪，却并不排斥。这诡异的表情被室友科里捕捉到了。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皇太子，今天怎么笑得那般优雅动人呢？皇太子瞬间收敛笑容，让他少管闲事。科里听后毫不动怒，继续悠然躺在床上品尝着薯片。看到房间到处都是他吃剩下的零食，皇太子不禁皱起了眉头。
现在在他看来，自己的室友比娜娜更令人反感。这时，科里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剑术课上有没有遇见过一个名叫娜娜的人？因为平时他习惯用黄毛这个绰号，并不知道的是，娜娜实际上是施莱娜的昵称。他对科里说他不认识。听到这番话，科里意兴阑珊，躺在床上，心中思绪万千。第二天，娜娜创建了一个神秘的魔法团体，希望邀请赫斯加入。虽然赫斯不情愿打消娜娜的兴致，然而他仍然婉拒了娜娜的邀约，因为他根本不擅长任何魔法。最初，娜娜想要创建一个仅有2人的社团，只要能取得优异成绩，就不会被解散，而且还能获得学校的慷慨赞助。赫斯刚刚离开，去另一个地方上课，紧随其后，科里走了进来。他询问在这个班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娜娜的同学，现在他是否去上剑术课了呢？闻及此言，娜娜深信那位男生找的就是自己，然而他却对这位面容凶恶却又英俊俊朗的男生毫无印象。娜娜不愿意自己平静安定的生活被人打破，她警觉地询问对方是谁，找娜娜有何事？突然，科里在口袋里翻出一根棒棒糖，撕开包装，将食物送入口中，淡然说：“没什么事，只是想一睹其风采。”娜娜对这荒谬的理由感到震惊。科里离开前叮嘱说道：“若遇见娜娜，请带我转告科里正在寻找她。”听到这个名字，娜娜顿时想起了什么。这位男生是帝国德维亚斯侯爵家族的贵公子，同时也是心仪着小说男主角赫斯的其中一位。尽管他对赫斯的追求不像其他角色那般狂热，然而实际上他的内心一直很在乎，总是在背后默默关注。为了弄清楚科里寻找自己的意图，娜娜坦言自己正是他所寻找的那个人。科里看到后才意识到，娜娜原来是位女性。娜娜默默无言，哪家男生会选择娜娜这样的名字？随后科里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听说赫斯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娜娜，因此他想看看对方的真实身份。说完后，他又将棒棒糖送回口中。科里的解释让娜娜完全懵逼了。小时候赫斯跟自己开这样的玩笑也就罢了，长大后为何总是喜欢四处倾诉呢？头痛之际，娜娜想起原著中赫斯和科里本不应该这么早相遇，难道现在所有男主角的时间线都提前了吗？等科里和娜娜分别之后，娜娜重新选拔社团成员，皇太子早早就加入了剑术社团，而海兹尔更是美妆部的副部长。眼看熟悉的面孔都已经加入了社团，娜娜心生一计，是否用视频威胁红绿灯3人组加入？突然她灵感迸发，一个滑铲冲出教室。她创建的团体与魔法息息相关，原著中科里还是魔法领域的专家，只要好好劝说，相信他一定会参与的。当娜娜追了过去，恰好目睹科里撞到了另一个男生身上，吃掉一半的棒棒糖落地了。2名男生质疑科里是否长了眼睛，就在即将发作时，注意到科里脸上阴森的表情，吓得2人连忙仓皇逃离现场。目睹这一幕的娜娜开始怀疑科里是否存在暴力倾向，但刚刚和科里交谈过，娜娜觉得他并非她所想象的那种人，勇敢地迈出一步与科里搭话。听说你对魔法情有独钟，现在我创建了魔法阵操作部，希望你能与我一起探索神秘的魔法世界。科里感到莫名其妙，麻烦请说人话，就是运用魔法理论公式操纵魔法阵变换。听到这个情节，科里产生了一丝兴趣，然而他却毅然拒绝了那份邀请。他更偏爱参加热闹的社团，人员稀少即代表着他的责任重大。娜娜频繁地请求科里帮忙，全都被他拒绝了。这时赶来上课的老师看到这个情况，责备起科里，请不要欺负施莱娜同学。科里内心颇为无奈，明明自己并未做什么。娜娜推测科里的相貌引发了诸多误会，于是他让科里笑一下看看。科里劝告他后悔的，然而娜娜仍然淡定从容地表示无所谓。科里微微一笑，宛如魔鬼附体，恐怖的样貌让娜娜毛骨悚然，浑身都竖起了鸡皮疙瘩。娜娜心中暗想，这样的模样若不引人误会才怪。想到科里一定孤身一人，没有什么朋友，娜娜不断用巧言令色迷惑他，即使参加热闹的社团也无济于事，何不与他一同创建社团，共同混日子？随后他又掏出一份申请表在他面前晃动，果然科里被娜娜花言巧语所蒙骗，最终入了他的圈套。随后娜娜将所需器材悉数搬进了社团活动室。尽管他们的社团只有2名成员，学校仍然为他们提供了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就在娜娜准备展露锋芒之际，科里走了进来，他携带的物品仅为一只小箱子，除了一条毛毯，其他全是零食。他表示携带这些物品就已足够，娜娜想吃什么零食就亲自取用。说完后，他径直拉过毯子准备入睡，反正科里只是凑数，娜娜也懒得理睬他。不料沙发上的科里竟激动地欢呼起来，他琢磨着如今不仅拥有宽敞的卧室可以安睡，为了参加社团活动，每天还可以缩减上课时间，简直是一举两得的美好局面。娜娜见状淡然表示，科里同学你高兴就好。没想到这个称呼竟然招致科里的反感，你就不能不使用敬语吗？像朋友一样称呼我可以吗？然而娜娜并不愿与科里过多交往，科里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娜娜正欲谢绝，一块饼干就阻止了他开口。科里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问题，娜娜脸上泛起难以掩饰的表情，轻声说道，科里同学。怎料下一刻各种美食零嘴纷至沓来，全都朝着娜娜袭来。科里坏笑着威胁称，如果不答应他，就会一直这样喂零食。女孩意外穿越成为小说女主角的密友，本想远离男主们的修罗场，专心过上平静生活，然而在不经意间她结识了2位男主角。然而她更没有预料到，她的好友赫斯竟然真心想要与她兑现小时候的戏言。今天是上音乐课的日子，娜娜觉得无聊，只是在人群中滥竽充数，要不是赫斯热爱音乐课的话，
他真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社团，投身自己的发明创造。其他班的同学已经下课聚集在教室门口，领衔的正是柯里和皇太子。见到这一情景，娜娜心中涌起了不满。这位老师怎么连音乐课都要拖延时间呢？突然，老师的喊声吓了娜娜一跳。她一眼就看出娜娜在唱歌时，只是嘴上动动，没有认真投入。于是邀请她独自演唱一曲，否则所有同学都必须留在教室，不准离开。渐渐的，同学们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娜娜的身上。受到众人的裹挟，娜娜只得妥协。她竭尽全力跟上这首歌的音调，可刚开口唱完第一句，在场的同学都差点忍不住笑出声。娜娜也意识到自己的歌艺平平，她毫不犹豫地释放自我，随心所欲地展开了歌唱表演。所有人都忍不住直接笑了出来。除了赫斯对娜娜的歌声赞不绝口，仿佛个狂热的粉丝一般。自那时起，无论是上课还然是课间休息，只要有人看到娜娜，就会不由自主地嘲笑她。娜娜对此越想越生气，然而最终她还是接受了现实，内心默默祈愿时间快速抚平自己的阴影。娜娜想回社团里藏一藏，一进门就看到科里正在沙发上熟睡。娜娜觉得奇怪，他为何要将自己包裹得如此严实？突然间，她发现桌上摆放着一些小吃，还有一张留言纸条，上面写着让娜娜尽情享用。这时娜娜才明白，桌上摆放的原来都是一些有助于保护嗓音的食物。她揭开毯子，让科里站起来解释清楚，没想到却看到科里蜷缩在毛毯中，笑得浑身颤抖，满脸通红。或许是将娜娜视作了朋友，也许是感到内疚。此后，科里每天都会特意给娜娜送零食，就连新推出的糖果，他也会特意送来。赫斯心生疑惑，不明白科里为何总是给娜娜送零食。然而娜娜却觉得对方只是想接近赫斯。她询问赫斯对科里的感受如何，虽然态度强硬，却十分关心娜娜，应该并非恶人。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能品尝美味小食。说到曹操道，正巧科里来送今天的零食。这次他将零食交到了赫斯手中，看这个郎才女貌的模样，娜娜越发坚信自己的猜测。下午，科里和娜娜回校参加社团活动，因为只有取得优异成绩才能维持社团的运转，所以娜娜一直都忙个不停。为了维护社团的利益，科里让娜娜随时差遣自己。尽管科里表示自己愿意学习，然而娜娜觉得他无法理解他前世所掌握的理论知识。然而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他发现科里人很善良，他本身拥有魔法天赋，却谦逊好学，依然会用心倾听他的倾诉。娜娜认为赫斯和科里在一起是最完美的组合，至于那位幼稚的皇太子似乎还有些欠缺。于是娜娜询问科里是否对赫斯有好感。刚开始你来找我的时候，也是想了解赫斯的心目中的理想伴侣。科里不明白娜娜为何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这样，没错。说完他又沉思片刻，最后坐在沙发上，坦言一开始自己确实被赫斯所吸引，但毕竟两人没有深入交谈过，不能算作喜欢。现在想来，应该是觉得赫斯长得像糖果一样甜美，并且他很欣慰赫斯不畏惧他。娜娜心中一阵无言，这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科里见到娜娜对他闷声不语，一言不发，端起杯子轻声道：“我来找你并非为了见赫斯。”科里的话让娜娜一时间感到震惊，回过神后才反击了过去：“我当然明白，你是因为孤独才会来找我。”科里激动地站起来狡辩：“我怎么可能孤独无伴呢？不是有皇太子在，还有你吗？”看到他为这种琐事焦虑不已，娜娜竟然觉得科里有些讨人喜欢。夜深人静时，娜娜惊醒于噩梦之中，结果第二天精神不济。赫斯看到娜娜脸色大变，显得非常着急，希望她有心事时能与自己倾诉。然而娜娜不可能向赫斯透露这个秘密。原来这些日子，娜娜对前世的梦境愈发清晰，即便是那些遥远艰辛的往事，也能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痛楚。下午，黑眼圈双人组依然参加社团活动，在娜娜的指引下，科里成功地将两种不同的魔法阵融合为一个。科里很钦佩娜娜对魔法阵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娜娜谦逊的回应客套了一番，表明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困难。反应过来后，注意到科里一直凝视着自己，他困惑为何娜娜拥有如此强大的魔法，却选择学习剑术。娜娜嫣然一笑，因为当魔法师比骑士更赚钱。科里对他的回答持怀疑态度，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执着于社团的奖学金呢？据我所悉，你家境应该不至于陷入贫困困境。娜娜难以解释，只能说科里的想法太过天真。如今的幸福生活并不能永远保障，因为他前世经历过的缘故，他在童年时期也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不幸接踵而来，父母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年幼的他为了谋生，决定接受遗产，同时也承担了父亲公司的巨额债务。当时他由于贫困而遭受了许多磨难，因此他此生决意不再重蹈覆辙，只是很抱歉前世的弟弟和妹妹，最终却还是抛下了他们。这时科里察觉到娜娜情绪低落，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他为自己冒昧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抱歉。眼见娜娜被自我责备困扰得无言以对，科里施展出一记魔法，用毛毯将娜娜的整个身体紧紧裹住，随即娜娜被抛到了沙发上。科里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你先休息一下，好好梳理一下思绪。”明明是平淡的语气，却让娜娜莫名感到安心。她强忍着泪水将头埋进毯子里，糖果甜美的香气渐渐平复了她内心的不安。第二天，娜娜制作了一对能够调节魔法的耳坠，随后把它好好包装了一番，这是为了对科里最近积极参与社团活动的奖励，同时也是对之前那件事的感激。与此同时，皇太子制定了全新的训练方案，为了报复娜娜在全校被嘲笑后
拿自己做发泄的对象。放学后，科里准备前往社团活动，科里不断的拿出零食，引起了皇太子的吐槽。你为何总是随身携带这本杂志呢？科里劝皇太子少插手琐事，这些糖是他打算与他人分享的。这本书里有关于他心仪之人的专题报道。对于魔法不感兴趣的皇太子殿下是难以理解的。到了社团，科里发现娜娜正在制作某种物品，他先是把零食装进盒子里，引诱娜娜自己拿来吃。随后，他开始仔细观察娜娜手头的物品，看起来有些像是学校附近的奥格兰山脉。娜娜表示了肯定。所以，你从事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剑术系要在那里举行期末考核？娜娜感到奇怪。你是怎么知道的？原来剑术和魔法两者在同一处接受测试，考试内容也包括对捕捉魔兽技能的评估。然而他仍然不理解，这个东西和技能考试有何关联？听娜娜说考完试再做解释，科里也没有再纠缠，只是叮嘱娜娜要小心魔兽。娜娜对科里不刨根问底的态度很满意，平时说不要弄脏沙发。科里喜欢漂浮在半空中阅读书籍，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呵护着娜娜，和那个只懂得剑术的皇太子截然不同。这时娜娜才想起要为科里准备的礼物，科里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个耳钉，但他感到奇怪，为何娜娜要送礼物？今天既非他的生日，亦非任何节庆。反复看了好一段时间后，眼前的物品让他顿时为之一振，激动之余，他一失足摔倒在地，问及娜娜是从何处买到的。娜娜声称这是她亲手制作的。闻言，科里猛然起身，将耳钉摊放在手心，仔细观察确认。这个名字是你吗？娜娜还以为他不喜欢，支吾地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科里终于明白，娜娜和施内瓦莱原来是同一人。他兴高采烈地在房间里手舞足蹈。娜娜心情复杂，阅读完科里的杂志后，她意想不到会有人专门记录她的故事，心里打算以后做事要更加谨慎，不留下任何痕迹。如今他只能请求科里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话还未说完，科里就下令让他伸出手来，晃来晃去，握了好一会，随后兴冲冲地摔门而出。娜娜第一次见到科里如此兴奋，虽然有些高兴他重进施内瓦莱，但又担心日后两人相处会变得尴尬。不久，科里回到房间，解释自己刚才是去调整情绪。此刻他脸上的惊讶之色已然荡然无存，并且已经戴上了那枚耳环。娜娜松了一口气，心情舒畅。下一刻，科里耳朵因耳洞过大开始鲜血直流。女孩穿越成小说女主的闺蜜，本想避开疯批的男主们，赚钱过上躺平生活，然而不知不觉间，她与两位男主角的关系日渐密切。课间休息时，赫斯专心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点滴。娜娜以为他在温习功课，不料他刚要走近，赫斯匆匆合上笔记本，解释自己只是在随意涂鸦。娜娜并未太在意，需要知识点的话，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为了获得奖学金，她早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时，一个卷发的女孩走到了娜娜身边，要求娜娜分享她的诀窍。女孩的名字是洛斯，是班里有名的碎嘴子。然而，娜娜平日里与她并无太多交集。奇怪的是，洛斯为何突然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这些知识点，我只告诉赫斯，凭什么要告诉你？洛斯不耐烦地表示，他毫不在意，只想知道为何科里能和你相处得如此和谐。然而，他每次寻求科里的帮助，都会遭到直接忽视。娜娜被他的问题问得有些无语。科里长相虽然令人望而生畏，但实际上内心十分善良。洛斯立刻反驳了娜娜。当时他清楚地看到科里脸上闪现出一丝想杀人的眼神。尽管娜娜觉得科里被误解有些不幸，但她懒得与疯癫婆娘争辩，于是约上赫斯一起外出购买零食，想躲开一阵子。没想到洛斯竟然如此执着。难道只因为科里宠着你，你就可以目中无人吗？闻此言论，娜娜终于忍无可忍，她急匆匆地来到洛斯面前。既然你好奇，我就告诉你。当洛斯将耳朵凑近时，娜娜往里吹入一缕柔和的气息，把洛斯吓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等洛斯理清思绪，娜娜早已与赫斯携手逃离。娜娜向赫斯倾诉她对洛斯的疑虑，明知道害怕，却又渴望与对方更加亲近。这是怎么回事呢？没想到却意外地从赫斯的口中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答案。原来科里虽然外表吓人，但实际上他深受女生的喜爱，不仅相貌俊朗、家世显赫，还是才华横溢的魔法班尖子生。听到这里，娜娜顿时感到自己与科里有些格格不入。今天下午，奥格兰山脉将举行技能考核，一到现场，娜娜就紧紧地注视着科里。科里被他古怪的举止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在娜娜心中，科里就是个背叛者。当时他孤苦无依，无人收留他，自己好心收留了他，结果他却是备受欢迎的校园偶像。看着科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面容，娜娜尽管心生嫉妒，却不得不接受现实。毕竟好歹也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可自己为何就长得那么磕碜，甚至小时候常常被人误认为是男孩子。科里却发现娜娜一直在注视着自己，问他是否有什么心里话想表达。娜娜漫不经心地撇了撇嘴，没什么，只是觉得你非常英俊。话音刚落，科里脸色红了起来，局促不安地捂着脸，将头别向一边，以蚊子般细微的声音请求娜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娜娜这才意识到科里是她的忠实支持者，转瞬间自卑化为嘲讽，心里暗自感叹科里真是可爱，赞美他英俊的外表，他却颇为害羞。为了挽回自尊，娜娜甚至主动邀请粉丝科里与自己握手拥抱，两人拉拉扯扯的场面被突然赶来的皇太子撞见。他不解为何大家都在为考试忙碌，而娜娜却如此从容自若。娜娜坏笑着解释自己正在思索如何捉弄你，然而被娜娜多次戏弄的皇太子早已对此免疫。
考试即将开始，时间不多了，考生需要在30分钟内捕捉足够数量的魔兽，并据数量记录成绩。娜娜对此表现得跃跃欲试。为了防止学生受到伤害，衣服上还附有传送魔法的符文，会自动转移到学校的卫生室。皇太子困惑为何魔法系学生如此稀少。科里阐述道，由于技能评估并非魔法师的必备课程，因此本次考试只有专攻攻击性魔法的学生参加。皇太子恍然领悟，怪不得没有看到丝婉这个名字，让娜娜陷入了沉思。听科里和皇太子的对话，娜娜越发怀疑这是否就是她所熟悉的丝婉。最终这个名字和心中的一个身影不期而遇，娜娜的脸色略显不悦。记忆中对方总是口口声声让她滚蛋，这一生似乎从未真正关注过她。明明记忆中她的外貌宛如天使般的精致，可是娜娜却想不起为什么。从皇太子和科里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早已与丝婉相识，而且皇太子对她格外厌恶，似乎察觉到娜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口说话。皇太子扭头向她询问，据他所知，布兰奇家族和维斯特家族有着密切的往来，难道娜娜你和丝婉不熟吗？娜娜表示她和丝婉并无深交，尽管两人经常碰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密无间。小时候，丝婉因为家族的生意往来，常常随父亲一同拜访。大人们谈论事务时，她则前往武馆练习剑术，因此经常会与娜娜相遇。丝婉外表精致，却异常高傲，总是身穿高领长袖和长裤。偶然间，娜娜注意到她浑身是伤，这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让她铭记不忘。然而，每次她试图搭话，对方都置之不理，所以她和丝婉之间亲近不了一点。相反，只有赫斯跟她说话，她才会回应。虽然这种差异对待让娜娜感到十分不快，但看在男主的份上，娜娜勉强原谅了他。本来她也不渴望与男主亲近。随着考试的正式开启，学生们自发组成小队，共同寻找魔物的踪迹。娜娜对他们的盲目努力感到无比放心。我团队里的2位成员实力出众，看来如此便能轻松赢得奖学金。接着他开始分派任务，他会将所有史莱姆聚集在一起，科里一下子将他们全部消灭，而皇太子则前去征服史莱姆的首领，但务必小心不要弄死。待皇太子离开之后，娜娜随手在地上勾勒出了一个幻觉魔法阵。当魔法阵启动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科里大吃一惊，无数史莱姆居然纷纷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从未意识到幻术魔法还有如此妙用，原来娜娜对传统的约会魔法进行了改进，如今她身上会散发出史莱姆喜欢的气味。听到娜娜的解释，科里露出一脸崇敬的表情，眼看史莱姆已经聚集的差不多了，最终的结局将由科里来完成。在科里的指尖凝聚魔法的瞬间，魔力引发的波动甚至吹动了他的衣袍和发丝。随着咒语的念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科里面前汹涌而出，只一瞬间便将所有史莱姆彻底消灭。一旁的娜娜心中暗自惊讶，究竟需要何种温度才能让火焰呈现出蓝色的光芒呢？突然科里想起了身后的娜娜，担心她受到炙热的火焰影响，用一个气泡将她包裹其中，感受到四周传来的清凉。娜娜感激科里的关怀，科里微微一笑，向娜娜点了点头。之后娜娜将战利品公平地分成了3份，按照这个数量，他们的小组毫无疑问排名第一。因为考试时间还很充裕，娜娜递给科里一只精灵球，为了演示使用方式，她用球猛烈地砸向附近的一只史莱姆。就这样，史莱姆在2人面前被缩小并存储其中。娜娜鼓励科里也试一试，但她却异常珍视手中的球，因这颗球上刻着代表斯内瓦莱的签名。接着娜娜表示他们要捕捉史莱姆，放入奥格兰山脉的模型中，这样他们便能监测史莱姆的活动轨迹，助社团取得优异成绩。在娜娜讲话的时候，科里一旁面带微笑，静静聆听。他觉得和娜娜共度的时光格外有趣。娜娜一头雾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前段时间不是还说很索然无味来着吗？这时远处传来了皇太子的声音，他已成功击溃了史莱姆的首领。但当他看到娜娜时，皇太子的神情瞬间凝固了。他竭尽所能的呼喊，让娜娜不要靠近。听到这个消息，科里赶紧保护娜娜，小心翼翼的左右观望，留心周围的情形。两人都未曾料到皇太子所害怕的竟是娜娜。娜娜一时间不明白皇太子在想些什么，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望去，才明白原来是他手中的魔法球。皇太子在不远处激动地对娜娜的行为提出了控诉，到底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要这样对我？但当他与娜娜的目光相遇时，皇太子却吓得说不出话来。娜娜对他懒得多说，一只精灵球径直朝着皇太子的方向飞去。皇太子清醒过来，却发现一切如故，只有脚边多了一个装有史莱姆头领的精灵球。娜娜悠然地弯腰捡起了地上的球，用小声又轻蔑的语气让皇太子放心，现在我知道你是皇室成员，不会再做那种事情了。皇太子尴尬地为自己的误解道歉，然而娜娜却始终面带微笑。他顿时明白娜娜偷偷录了像，然而皇太子并不屈服，他也留有娜娜当时的歌声录音。两人僵持不下，相互威胁，要对方删除录像。科里感慨二人的关系真是好，立刻遭到一致反对。可看着皇太子和娜娜对峙的情景，他心中却不禁涌起一丝孤寂。女孩意外穿越成为小说女主角的密友，原本打算远离男主，考上骑士团赚钱，过上躺平生活。然而她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好友赫斯竟然只想与她共度一生。然而娜娜却将这视为儿时的玩笑话，不经意间却伤了赫斯的心。今天班级进行了期末测验，其他同学面对成绩愁容满面，而娜娜却显得一脸得意。不久前老师通知她，
在考试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并荣获学院最高级别奖学金。尽管娜娜早有所料，但她的喜悦阻挡不住。考完试后，赫斯迫不及待地去找娜娜，两人的心情都十分愉悦。学期结束就意味着可以休假回家放松，而且在家的时候，赫斯就可以整天来找娜娜玩耍。赫斯按照往常的习惯，恳请娜娜协助整理行李，可娜娜这次却犹豫不决。她希望改掉赫斯过于依赖他人的不良习惯。娜娜认为赫斯变化的原因在于自己。小时候，无论是阅读童话故事还是其他文字，只要是赫斯提出的要求，娜娜总会竭尽所能帮助他实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娜娜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提醒赫斯，未来要学会独自整理行李，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年幼无知，未来必须独立，不依赖他人。下次如果有什么事要做，应该先尝试自己解决。听到独立，赫斯脸上露出迷茫的神情，他无法理解娜娜所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可娜娜未察觉到赫斯的不安的情绪，依然面带微笑，鼓励赫斯自行整理行李。娜娜与赫斯离别之后，眼望着娜娜远去的背影，赫斯口中喃喃自语：独立对我而言有什么用？与此同时，娜娜和科里正全力投入地参与社团活动，他们将捕获的史莱姆囚禁在模型中进行培育。如今，史莱姆已经完美融入了这个世界，甚至在这个世界生下了自己的骨肉。然而，娜娜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的事，她懊悔自己言辞伤透了赫斯的心，但很快她又说服自己要狠下心，毕竟她没办法一直陪在赫斯身地。科里的话语唤醒了娜娜，使她重新回到了现实。抱歉，娜娜让你独自写报告。娜娜微笑着安慰她，轻声道：无需担心，你的字迹犹如狗爬一样，只要不帮倒忙已经足够了。娜娜说自己有点饿。科里迅速取出饼干，温柔地将其递给娜娜，让她品尝，却不慎绊倒马氏前蹄，饼干也顺势脱手而飞。幸好娜娜及时用嘴接住。科里看到这一场景，情不自禁的热烈鼓掌喝彩，让娜娜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飘飘然的状态。紧接着，科里连续抛出几片饼干，娜娜娴熟的全部接住了。然而，她仍然谴责科里的废行为。不久后，娜娜成功完成了项目报告。就在此时，科里向娜娜传递了一个喜讯：负责社团管理的老师对他们的神秘生物研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照此推测，下个学期他们依然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听到这番话，娜娜明显出神片刻。当初科里是她强行拉拢进来的伙伴，她曾表达过对热闹的社团的喜爱。出于不愿再将科里与社团强行联系在一起的考虑，娜娜凝视着科里，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你下学期是否打算继续留在这里呢？课程结束后，其他同学都兴奋地涌向食堂，唯有科里依然沉睡于座位之上。皇太子好不容易把他摇醒，结果下一刻他再次扎倒在桌子上。皇太子不满地将科里提了起来：不好好睡觉，不好好吃饭，每日都如此懒散无为，看起来娜娜的懈怠是受到了你的影响。听到这番话，科里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他几乎忘记了今天还有社团活动。为了展现自己的虔诚之心，今天我决定不与皇太子殿下共进晚餐了。说着，他将几颗糖果塞进了皇太子的掌心，让皇太子当饭吃。随后他毅然告辞，向社团的走去。这一举动彻底激起了皇太子的愤怒，他愤怒地将糖果丢在地面上。路上，科里奇怪皇太子是从什么时候想自己亲近的，明明过去皇太子甚至不愿与他说话，更不用说共进晚餐这种情景了。略作思索后，回忆起来，一切似乎都始于遇见娜娜。皇太子常在宿舍里向他诉说娜娜的冷酷，娜娜也爱将整蛊皇太子的计划拿给他看。不知不觉，他已加入到娜娜与皇太子间的朋友圈。想到此，科里更加笃定这是娜娜的功劳。来到俱乐部，只见娜娜正慵懒的沙发上小憩，这是科里首次目睹娜娜的睡颜。他蹲下细细端详着她，慢慢的，科里心中萌生了异样的念头，似乎众人都对赫斯情有独钟，但对他而言，娜娜更能激起他的兴趣。他的双眼总是透露着疲惫，仿佛肩负着沉重的负担。望着安睡的娜娜，科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安心。最终，他干脆靠在娜娜身旁。俱乐部内只余下娜娜均匀的呼吸声。待娜娜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发编满了辫子。她站在窗边向科里追问缘由。科里一边轻笑一边道歉，原是觉得娜娜发型凌乱，便想为她梳个辫子，未料手一滑变成了这般模样。科里上前帮娜娜解开辫子，却听娜娜自嘲自己长得丑。科里赶紧安慰，刚睡醒看起来不好看很正常，内心自责就不该手欠为娜娜编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辫子解开。娜娜却觉得自己跟刚刚还是没什么区别，朦胧又可爱的神情让科里的心跳加速。他努力平复心绪，温柔地说道：娜娜，你一点也不丑，反而我觉得你十分可爱。话音刚落，娜娜恍然大悟，她慌乱地将科里的言语当作恭维，毕竟科里本就心地善良，若是皇太子恐怕会加以嘲笑。这时，科里为娜娜耳畔添上一枚耳钉，是一个橙子图案。娜娜好奇为何送她礼物，科里展示自己的耳钉，解释这是对以往的答谢，并表示这耳钉也是他留在社团的凭证，今后还望魔法操作部部长多加指导。科里的微笑让娜娜不禁脸红，她害羞地转过头，告诉自己的心脏要冷静。科里误以为娜娜身体不适，娜娜正要解释，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咕噜作响。科里也正好未曾用餐，便邀请娜娜同往食堂吃点。突然他想起皇太子的叮嘱，于是他命令娜娜必须好好用餐。在施了一个浮空魔法后，科里便拉着娜娜向食堂奔去。这时电话铃声响起，娜娜让科里帮忙买份三明治，自己接完电话就过来。科里离开后，娜娜接听电话才知是上次委托维修那位。
对方说有个地位显赫的人想见施内瓦莱。下午学院门口挤满了马车来接孩子。娜娜与科里和皇太子道别，三人约定假期相约美食街。娜娜想尝草莓味的点心，皇太子则偏爱苹果味。科里学着俩人的样子，表示要品尝葡萄味。皇太子率先离开学校，科里却不急于回家，他在学院还有约会。就这样一个学期匆匆过去，娜娜私下期待着回家后的日子，但见到马车上的哥哥海伦，娜娜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海伦的不请自来，让她差点没地方放行李，好在行李倒下也不至于砸到娜娜和赫斯。海伦在车上埋怨娜娜的冷淡，他在家中思念妹妹，思到几近疯狂。每次来学院总是不见娜娜踪影，他深信娜娜是在有意躲避。娜娜本欲辩解，赫斯却直接给了海伦一记暴击。娜娜抱怨哥哥的举止实在让人厌烦，海伦却毫不介意，简称妹妹做什么，在他眼中都是那么可爱。说罢还想要拥抱娜娜，娜娜直接推开了海伦。海伦一脸遗憾，感叹现在连抱一抱都不行，将来娜娜一旦嫁人，他就更抱不到了。想到会有人觊觎自己的妹妹，海伦心中不免感到不是滋味。娜娜对海伦的多虑颇感反感，她相信自己的外貌和性格足以保证终身不嫁。前世的她未曾体验过任何情感的纠葛，这一世似乎命中注定要做赫斯的红娘。娜娜正在自怨自艾之际，赫斯却显得特别兴奋。海伦哥哥，你听见了吗？娜娜说她不想嫁人，将来我会和娜娜一起好好生活。她的第一学期终于圆满结束，与娜娜分别后，科里并没有选择回家，反而是回到了教室。在那里，高年级的学长伊芙尼斯已经等候多时，两人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着交易。科里帮伊芙加工魔法石，而对方则是寻找施内瓦莱的物品作为报酬。伊芙对科里的加工工艺表现得很满意，但科里却懒得和他继续寒暄。临走前，伊芙叫住了科里，表示自己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他。科里没有立即回答，他猜测伊芙又想用一堆没用的东西骗他当苦力。虽然对方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但科里知道这是他久经商场后的伪装，于是他果断拒绝。而等科里走后，伊芙方才的盈盈笑容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阴险又嘲弄的表情。原本还准备把自己要去见施内瓦莱的消息说出来，可看他这个反应，似乎已经知道了施内瓦莱的真面目了。另一边，娜娜刚回到家，弟弟卡里就兴奋地跑出来迎接，姐弟俩一见面就激动地抱在一起。海伦见状也想卡里对他做同样的欢迎仪式。闻言的娜娜和卡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卡里天真地说自己不想抱哥哥。就这样，娜娜牵着卡里回了屋，留下海伦在原地不甘地抗议。吃饭时间，娜娜和家人们齐聚一堂。许久没见女儿，男爵夫妇对着娜娜嘘寒问暖，询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与前世的不安和窘迫不同，现在的娜娜觉得安稳又舒心，但很快桌上的一道道美味就让娜娜变得汗流浃背。以往家里从来没有那么奢侈过。再看看母亲身上的高级礼服和首饰，娜娜当即明白她趁自己不再花了不少钱。刺骨的凉意下的男爵夫人打了个寒战，她心虚的夸奖娜娜变漂亮了，邀请女儿一起去市区购物。娜娜谢绝了母亲的好意，想着还是不要破坏气氛，毕竟这些山珍海味都是为了她才准备的。晚上，侍女帮娜娜按摩洗脚，男爵府里的佣人都对娜娜尊敬有加，因为娜娜从不苛待别人，哪怕府里近些年经济不佳，她也不会无缘无故遣推任何人。这时，娜娜问起侍女，她不在的时候家里有没有出什么事？侍女顿时一愣，为难的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娜娜从她的反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她找到卡里想问清楚。原本卡里还兴奋地表示自己会知无不言，可当娜娜询问母亲这段时间的吃穿用度时，卡里立马抽泣着向娜娜道歉。听完卡里声泪俱下的解释，娜娜颤抖着回到了房间，她不敢相信手上满满一叠竟然全是母亲购物的发票。要知道家里之前就欠下了不少债务没有偿还，可现在母亲竟用了应急资金来打扮自己，照这样下去他们家可能会连利息都还不清。无奈的娜娜打算依靠施内瓦莱的身份多赚点外快，通过魔法球得知有一家商团想和她碰面，卡尔告诉她对方是在商界叱咤风云的鲁纳阿莎商团，娜娜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肥羊。隔天一早，娜娜就去找母亲问罪，听到走廊传来娜娜温柔的呼喊，男爵夫人吓得躲进了窗帘。按照经验，娜娜这样叫自己准没好事，眼看周围渐渐没了动静，她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没成想娜娜就在外面等着。她亲切地邀请母亲好好谈一谈。之后，男爵夫人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橙色连衣裙，这是妈妈特意买回来给娜娜的，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好看，但我现在不想听这些。说着，娜娜摆出整理完的发票，希望母亲解释清楚。男爵夫人显得有些难堪，一方面是对用了应急资金的愧疚，另一方面是没想到自己那么能花。意识到错误后，他很干脆地向娜娜道歉。自从娜娜离开家后，日子就变得枯燥又煎熬，所以妈妈才会用购物的方式来打发时间。请你原谅我这个没出息的妈妈。见母亲这么悲伤，娜娜有些过意不去，不过她不能就此罢手，因为男爵夫人和前世的母亲一样疼爱孩子，所以娜娜决定刺激她的母爱。娜娜一秒钟入戏，哭着询问母亲到底爱不爱自己。照这样下去，娜娜就要被卖掉了。现在家里财政困难，要是妈妈还不节俭存款，很快就会用光，到时候不只是娜娜，就连卡里和海伦都会被卖掉。闻言，男爵夫人顿时慌张起来，她发誓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做出卖孩子这种行为。殊不知此时的她已经中计，娜娜佯装害怕扑到母亲怀里，我不想过没钱饿肚子的生活。男爵夫人满口答应，只要是娜娜说的，妈妈都尽力满足。听此，娜娜立马收起可怜兮兮的表情，既然这样，就去把买来的东西都拿去退货。娜娜吩咐母亲到时候把发票整理完告诉她。处理完以后，娜娜便立马换上了施内瓦莱的装扮。据委托人所说，他们要在首都中心碰面。娜娜很不喜欢人多的场合，虽然不太可能有人能认出自己，但为了保险起见，她还是穿上了魔法长袍。接着，娜娜被管理人员带进了鲁纳阿莎总部的会议室。在帝国，鲁纳阿莎是最具实力的商团，里面汇聚了全国各个领域的人才。
其拥有的财富甚至占了帝国国库的一半，而一切的成功全部归结于商团新上任的代理人。娜娜也曾调查过对方的身份，但全是徒劳。她一度怀疑是自己的行为被人发现，不过她又说服自己不要想太多，对方或许只是个能让她报复的委托人。这时奈娜感到房间有些闷热，但身处鲁纳阿莎本部，奈娜并不想暴露自己。她知道房间里密密麻麻藏匿了不少摄像头，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娜娜再也难以忍受，想着一时半会也没人会注意自己。娜娜脱掉了厚重的魔法斗篷，不料下一刻伊芙就走了进来。娜娜的另一个身份竟然被人揭露了。这次的对象不像科里那样易相处，对方甚至用各种手法逼迫娜娜屈服。不久前，娜娜与委托人约定在鲁纳阿莎本部会面，然而等待许久却始终不见踪影。于是，在炎热难耐的天气里，娜娜脱下了身上的魔法斗篷。然而下一刻，伊芙便踏入了接待室。娜娜开始怀疑对方是否早有预谋，只等待这一刻。辛苦隐瞒的身份竟被他人轻易揭露，娜娜心中感到些许不快，后悔当初舍不得花钱购买变形的魔法药水。然而，眼前这位是否真的是商团代表呢？似乎察觉到娜娜心中的犹疑，伊芙尼斯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却听到伊芙尼斯这个名字，娜娜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对方是原著中追求赫斯的男主要角色之一，书中介绍称其为商团总裁之子。然而他却未曾料到，他竟是如今商团的代表人物。娜娜正追忆伊芙这位人物的性格特征，只见伊芙嬉笑着轻浮地称呼她姐姐。然而娜娜并没有将伊芙视为无能之人，她发现对方表面嘻嘻哈哈，但实则暗藏玄机。然而实际上他内心沉静如冰山。于是他立即询问伊芙需要委托他做什么，希望尽快办妥事务后离开。伊芙称赞娜娜爽朗大方，随后递上一份文件。娜娜拿起一看，发现那是一纸合同。她不愿轻易与初次相逢之人签署合约，正要谢绝，伊芙悄悄绕到娜娜身后，像个笑容灿烂的复读机，让娜娜看一看，里面的条件可以说非常优厚的哦。考虑到首次面对如此庞大的合同，娜娜满怀好奇，继续向下阅读。突然她发出困惑的呢喃，这份报酬丰厚到让她难以置信，只要与商团签订合约，便可获得1000金币的月收入，每完成一项任务即获得额外100金币。凭借娜娜的才华，轻松弥补家族的空缺，甚至可能因此走向人生巅峰。想到这一点，娜娜的喜悦难以言表。但看到身后的伊芙，她又恢复了冷静。最终，她仍然婉拒了伊芙的邀约。这一结局似乎早已在伊芙心中有所预料。就在她转身寻找东西的时候，娜娜准备告辞。然而，她刚刚要开门，一只巨大的手狠狠挡住了去路。娜娜对她的举止感到莫名其妙，然而转身间却遇上那双冷冽如冰的眼眸。娜娜终于领略到了原著男主应有的疯批风采。她在包里翻找实用的器具，却发现其中只有探测器和影像球。娜娜想到用影像球作为闪光弹利用，猛然向伊芙的脸部挥去。然而对方毫不畏惧，掏出发簪将影像球刺破成粉末。娜娜调侃谁会在头上插入如此危险的物品。随后伊芙用一瞬间就绑好了头发，并将娜娜顶在了墙上，称呼姐姐也无济于事。是因为我比你年长吗？他轻蔑地玩弄着娜娜的发丝，在娜娜惊讶的眼神里喊出了她此刻最不愿意听到的名字，施莱娜。伊芙对娜娜的反应感到十分满意，而娜娜开始思考对方调查自己的动机。按道理鲁纳阿莎商团想要找人，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他们财力雄厚，无后顾之忧，因此无论客户支付多少款项，娜娜不愿接受可能惹恼鲁纳阿莎的委托。或许她误接过几份委托，想不通的娜娜最终决定离开。她突然冲动地撞向身旁的伊芙，随后飞快地奔向门口，结果却发现大门紧闭。伊芙微笑着解释，这扇门目前只有她能打开。遭人戏弄后，娜娜决心让对方知道她的厉害。她猛地拔掉伊芙的发簪，随后一脚将她踢倒在地，最终用发簪顶住她的脖颈，威胁她立刻打开门口。明明是生死存亡之时，男子却依然嬉皮笑脸，想要开启大门先签署合同。娜娜渐渐觉得这个人已经秀逗了，继续努力用发簪一步步逼近目标。眼见对方始终不为所动，娜娜渐渐平静了起来。如果他真的就这样离开，或许对方会直接雇佣杀手回敬一番，亦或是在校园里扬起大喇叭，为全校播放音乐。无论哪种结果，都非他所期望的。于是娜娜伸出手向伊芙道歉：“你有什么目的或者想说的，我听听看。”原来一切的根源竟是赫斯。伊芙因钟情于赫斯，才偶然发现了娜娜的存在。听到这，娜娜脸色阴郁了下来。她下意识认为对方是想利用她结识赫斯。然而当娜娜询问伊芙的未来打算时，她却表示毫无规划，因为她现在对眼前的室内瓦莱更加满意。娜娜如今可以确定这个人已经秀逗了。随后伊芙给了娜娜2个抉择，要么签署合约为商团效力，要么选择不留痕迹的离开。然而他保证如果不签订合同，娜娜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说完，他当着娜娜的面将合同撕成碎片，一旦签订合约，身上便多了一道神秘印记，到时候或许只能为鲁纳阿莎奉献一生，无论多肮脏的勾当都必须接受。伊芙对娜娜感到十分满意，不愿她被束缚在这种限制下，也就是说娜娜只需假装签署合同，完成伊芙的委托即可。然而可娜娜并没有因为她的三言两语而放松警惕。她想起原著中伊芙最擅长的是暗箭伤人。就在这时，伊芙脖子上的痕迹突然复发，剧痛让她痛苦跪倒在地。伊芙气喘吁吁地向娜娜求助。与此同时，赫斯往娜娜家里打了电话。海伦告诉赫斯娜娜她不在家，若感觉无聊，哥哥可以陪你玩。赫斯果断地挂断了通话，不清楚从何时起他和娜娜的联系
变得不再那么密切。他想了解娜娜独自一人在忙什么，到底怎样才能变得和以前一样。丢人了，丢人了！娜娜这次真的丢人了。原来她不只是唱歌难听，即使是跳舞也让人一言难尽。今天娜娜难得的陪伴赫斯，在市区享受下午茶。赫斯抱怨娜娜放假了，却总是外出不归。他甚至怀疑娜娜私下去和科里和皇太子玩。然而娜娜一直心不在焉，左顾右盼。最终赫斯的不满呐喊唤醒了他，让他回到了现实。看着面前气呼呼的赫斯，娜娜也感到深深的抱歉。然而她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和赫斯玩。即使是今天，娜娜也是在接受伊芙的指令跟踪他人。不久前，娜娜被逼无奈，与伊芙签署了一纸秘密合约。如果他不同意，鲁娜阿莎要么会阻挠他家生意，导致他饿死在家，要么果断找杀手，让他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而且他实在无法忽视伊芙的请求。据伊芙所说，是因为他泄露了商团的秘密，才导致触发了纹身中的毒素。尽管伊芙身上携带着解药，然而娜娜仍然难以理解。要知道，商团的掌舵人正是伊芙的父亲，到底有多么残忍，才会给自己亲生儿子刻下如此纹身？与这样的人相比，娜娜提出的誓约显得微不足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娜娜和伊芙签署了一份额外的誓约书。假如伊芙背叛了娜娜，臀部上的橙色图案就会像个炽热的狼牙棒烘烤着她的屁股。就在这时，跟踪目标起身离开。为了不失去目标，娜娜邀请赫斯一同散步。几天后，追踪对象终于显露出漏洞。为了跟踪，娜娜整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递上一块三明治给伊芙，对方拒绝了娜娜的善意，转头阅读起了娜娜查到的档案。她感到惊讶，娜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任务。娜娜的目光停留在伊芙身上，声称自己只是在拿钱办事。她观察到伊芙脸上的表情渐渐减少，几乎难以见到她露出笑容的模样，而这显然就是她真正的本色。可是究竟是遭遇了何等不幸，才会让她产生报复生父的念头？娜娜情不自禁问出了心头的疑惑：你打算如何回击商团老板？伊芙劝她不要多管闲事。娜娜心生不满，无论如何，他们也签署了契约，理应事先了解案情具体情况才是合理的。伊芙被娜娜絮絮叨叨的言语折磨的耳朵隐隐作痛。她解释说，她打算创办一家企业，骗取父亲的投资款，随后以虚假项目为引爆点，根据他过去的违法行为将他送入监狱。他明白父亲不会永远被困在那里，因此他会趁机夺取了父亲的所有财富，即便他出狱，也无人愿意助他重振旗鼓。旁边的娜娜听到这番话，明显感受到伊芙的敌意。就在这时，目标离开了办公室，娜娜整理行装准备跟上去，却发现伊芙面无表情的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下一瞬间，他一把将娜娜公主抱起，如果走楼梯就追不上了。听到这个消息，娜娜立刻惊慌失措。要知道他们所在的建筑高达20层楼那样高，你稍作忍耐，马上就结束了。伊芙面无表情的轻声安慰了一下，抱着娜娜毫不犹豫展开一次信仰之跃。慌乱之际，娜娜已无法冷静思考，只能双手合十祈祷。就在这时，伊芙竟然放开了左手，娜娜的下身突然失去了安全感，不受操控的摇曳起舞。伊芙不理会娜娜，自顾自掏出一张小纸片，用嘴撕开以后，温柔的魔法瞬间笼罩着两人，他们的坠落速度逐渐减缓。然而平稳着陆后，娜娜仍被吓得双腿发软，无奈的伊芙只能背负着娜娜继续前行追击。转过拐角后，目标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娜娜劝伊芙改日再来，然而伊芙却直接拒绝了。前方3位大妈正在胡吹海侃，伊芙让娜娜赶紧装睡觉。随后她向3人打招呼：几位漂亮的姐姐们，是否能帮助我一下呢？3位大妈被伊芙夸奖心花怒放，询问她是否需要协助的地方。伊芙假装无辜，开始编织谎言：我姐姐喝得醉醺醺，神志不清，然而父亲却未将家中的钥匙交给她，我不忍让姐姐露宿街头。刚刚我看到父亲朝这边走来，他戴着一顶黑色帽子，身披红色外套。通过大妈指点得知具体方向后，娜娜和伊芙进入一家酒吧，这里与娜娜前世的夜店有些相似，灯光昏暗，音乐嘈杂，空气中弥漫着酒精的气味。不久之后，伊芙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然而她周围还有其他人。伊芙指使娜娜制造一些动静以吸引注意，娜娜十分想拒绝。在这种情境下，一点小骚乱难以产生影响。然而她接受了伊芙的钱，就要为伊芙办事。看到远处的舞池，娜娜心生一计，然而这件事情很伤自尊，因此娜娜期望伊芙能够额外多给点钱。得到许可后，娜娜硬撑着开始实施计划。走上舞池后，娜娜直接站到了 C 位，高声呼喊，吸引所有目光聚焦在我身上。紧接着，娜娜褪下外衣，跳起了舞。可娜娜每一个举动都出人意料，如同一条被扔在岸边的鱼拼命挣扎。台下观众看到这一幕，一个个都忍不住捧腹大笑。尽管娜娜当时心情复杂，羞愤难抑，然而为了生计，她只能坚持下去。不经意间，娜娜的舞姿已经点燃了整个舞台的热情。看着舞台上舞蹈欢呼的娜娜，伊芙终于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久违的笑容。任务结束后，娜娜躲藏在角落里，她难以置信自己竟然做出如此羞辱的行为。前世兼职时戴着玩偶皮套，还总是担心被人识破身份。伊芙告诉娜娜准备启程，然而刚刚站起来，娜娜便摔倒在地，应该是跳舞跳得腿软了的缘故。伊芙弯下腰让她上来，然而娜娜下定决心不再做出丢人的行为。在拉扯过程中，她的腿不慎扭伤。就这样，娜娜不争气地爬倒在伊芙的背上。这时两人经过了一个烤串摊，其中有各种品类繁多的肉类，
伊芙看到鱼时突然不再安静，产生了反应。短暂的瞬间，他脑海闪现出娜娜翩翩起舞的场景。看到这一幕，娜娜用力掐住他的脖子。伊芙很快恢复正常，询问娜娜是否想品尝串串。娜娜正准备拒绝，却听到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响起。于是伊芙为娜娜购买了2根烤鸡肉串。娜娜困惑为何要购买2根，误以为伊芙腾不出手，因此想要让她喂食。然而当娜娜将鸡肉串递到她面前时，伊芙表示这2串都是为娜娜准备的，因为觉得娜娜需要2串才勉强够吃，何况多吃才能长个。然而娜娜最讨厌别人以貌取人，评论她个子矮，她势必要让伊芙也吃上1根。最终娜娜甚至在伊芙的背上大肆吵闹，无奈之下，伊芙只得将娜娜放进箱子，没有给娜娜道歉的机会。伊芙突然靠近娜娜身旁，扶住娜娜的肩膀，猛地咬了一口。这种举动完全出乎娜娜的意料。吃完后，伊芙冷漠擦拭了一下嘴角，而娜娜的害羞的让心脏狂跳不已。娜娜边品尝着肉串边感慨万千，果然是小说男主角，吃根串串几乎让她心脏病发身亡。然而她感到奇怪，为何伊芙要特意挑选蔬菜吃？仔细回想，娜娜从未见过伊芙正经的吃饭，每次都是用水或牛奶调和粉末一同吃。娜娜不禁将她的行为联想到了嗑药。就在这时，伊芙的一席话打断了她的思绪。实际上，她最初计划逼迫娜娜，帮助她实施复仇计划。娜娜早有所料，毕竟她觉得伊芙并非善良之辈。而伊芙默默地沉思片刻后，她表示自己目前心境有所转变，因为像你这样的孩子，不适合从事那些肮脏的工作。果然，娜娜一直在科里心中稳固，无法撼动。当娜娜化身为前世的面貌后，唯有科里能第一时间识破她的身份。今天，娜娜在厨房里榨取蔬菜汁。那个夜晚，伊芙拒绝她参与肮脏的工作的理由，让她陷入迷茫。她表示不希望娜娜这么年轻就陷入泥潭，这也就意味着伊芙并非原著中描绘的那般恶劣。为何狗作者要故意描绘主角们的行为不正常呢？就在娜娜陷入沉思时，海伦突然从她身后跃然而至，看到桌上的翠绿果汁，她毫不犹豫地品尝了一口，没想到这竟险些让她见了上帝。第二天，娜娜来到了伊芙的工作室，伊芙误以为她听从了建议，选择退出合作，然而娜娜却执意坚持继续工作，毕竟失去了室内瓦莱，商团老板他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你。闻及此言，伊芙显得略感尴尬。事实上，这是他当初为了挽留娜娜而编造的借口，甚至他还提前准备好了一大堆购物优惠券送给娜娜的母亲。即使伊芙做了这些卑鄙的行为，当被问到愿不愿意一起合作的时候，娜娜仍在犹豫不决。她明白应该与伊芙保持一定距离，但经历那一夜后，娜娜觉得伊芙并非完全堕落不堪的垃圾，于是她最终答应留下。因为世间还有舍得这么花钱的委托人，考虑到你给我家经济雪上加霜的份上，我会尽心竭力从你身上获取利益。听到这番话，伊芙松了口气，然后安排了娜娜今天的工作任务。终于成功处理完所有文件，伊芙给娜娜送来了午餐，其中摆放着一份精美的高级三明治。然而伊芙依然只能用水拌着生面粉充饥。接着娜娜拿出了亲手制作的蔬果汁，她建议伊芙多摄入一些健康食物，比如这瓶营养丰富的新鲜榨取的蔬菜汁。然而伊芙却觉得自己的午餐并无大碍，这里不仅有充足的碳水化合物，还额外添加了治疗头痛、缓解压力的药粉。娜娜简直要被她气得半死，这样的东西能称之为饭吗？眼见伊芙无动于衷，娜娜故意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装作要拿回果汁，结果伊芙毫无阻止的意愿，气得娜娜一怒之下又将果汁洒在桌面上。如果你不想喝，就自行丢弃。娜娜怒气冲冲的大步离开，觉得自己心怀善意却白费心思。不料下一刻竟听到伊芙说了一声谢谢。伊芙让娜娜以后别再做这种事了，因为身边对她友好的人，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行为变态。喝完后，伊芙抱怨道：“真苦啊！”娜娜心里庆幸海伦提前试了毒，帮助她改进果汁品味。接着她要求伊芙戒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粉末，这样在工资到账之前，伊芙才能胜任财阀上司的角色。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听到父亲找自己有事，伊芙的脸色瞬间阴郁起来。但当父亲的手下进门后，伊芙换上嬉笑的表情，表示马上前往。这种反差让娜娜吓得差点鸡皮疙瘩掉满地。临行前，伊芙轻声叮嘱娜娜锁好房门，不要外出。懒散的娜娜在书架前翻阅书籍，一本名为《悲剧起源》的书引起了她的关注。她原以为这是一本言情浪漫小说，发现内容乏味后，只翻阅前几页，伊芙突然靠近，吓得娜娜尖叫起来。伊芙简短的道歉后，将娜娜拥入怀中。尽管这个举动出乎意料，然而她并未有所反抗。她明白伊芙此刻心头充满痛楚和忧伤，一瞬间，她将娜娜推开，脸上的神情也恢复平静自然，平静如初，回到座位上继续工作。然而娜娜突然发现，伊芙的双手上竟然布满了伤痕。看到即使痛苦到颤抖，仍努力工作的伊芙，娜娜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商团老板的冷酷残忍。接下来的日子，伊芙对娜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自受伤之日起，每当看到娜娜，伊芙总会激动地凑上前去，或者依偎在娜娜身旁寻求慰藉。说实话，如果换成皇太子，他早就翻脸了。然而对伊芙的这样，娜娜并没有太在意。伊芙冷漠残酷的态度，足以说明她内心的疲惫。伊芙时而面带杀气，时而又表现得像个稚嫩的孩童。娜娜努力说服自己，这是因为伊芙对她的信任。让娜娜感到困扰的是，每当伊芙感到忧虑的时候，她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来宣泄情绪。这次她用手抚摸娜娜的头发，如同抚摸狗毛般，
还在辩解说这是在赞美娜娜头发蓬松。眼见伊芙越发肆意妄为，娜娜终于忍无可忍意了。亏她总是为伊芙的安危忧心忡忡。听到这话，伊芙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她对娜娜说，只要再完成一次卧底任务，一切就会结束。伊芙要求娜娜变身成为一个10岁小孩的模样，不要被任何人认出。取出伊芙赠予的魔法宝石，其中的魔力强大，却让娜娜感到似曾相识，就像科里送给她的耳环一样。想起科里曾提到，他曾在其中注入过魔力，娜娜越发确信这魔法石是科里所制造的。随着魔法石释放魔力，娜娜的转变逐渐完成。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竟化身成了前世时模样。娜娜看着镜子，神情略显激动，因为这是父母去世前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走在街上，娜娜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什么。今天原本是和科里皇太子一同前往美食街的日子，既然遇到了，娜娜准备通知一声。于是她跑过去询问两人是否在等待娜娜姐姐。她虚构自己的名字叫易安，在娜娜的麾下工作。姐姐今天有事无法前来。皇太子凝视着娜娜，脸上写满了着怀疑。娜娜被他的模样吓得冷汗直冒。随即皇太子发出大声警告，如果娜娜涉嫌虐待儿童，一定要及时报告。科里一把将皇太子拉起来，制止他说蠢话。等皇太子气冲冲地离去后，科里轻轻摸了摸娜娜的脑袋，温柔地叮嘱道，不要做危险的事，走在的路上要小心，日后想来玩随时与我联系。娜娜马上明白了，科里认出了自己这一事实，心中想或许因使用了那颗魔法宝石的关系。随后他匆忙赶往与伊芙约定的地方，然而刚一抵达，便有一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对方紧抓娜娜的衣领，追问她是否是施内瓦莱。娜娜顿时惊慌失措，难道是伊芙的计谋曝光了？娜娜灵感突现，装作可怜，企图蒙混过关。我只是出来帮父办事，如果我去晚了，爸爸就会骂我。对方听后果断放手，原来并非娜娜，我原以为是那个喜欢榨取健康果汁的橙发小女孩呢。娜娜这时才意识到对方竟然就是伊芙，气愤之下的她恨不得痛揍他2拳。当得知娜娜是无意识的变成这个样子时，伊芙陷入了深思。这种情形能够成功变身，足以证明此人对你非常重要。水面倒影映照出娜娜前世的美好愿望。最终她微笑着对伊芙说，尽管他已去世，然而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伊芙与商团老板的最终决战终于拉开帷幕。当娜娜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刻，她无视纹身所带来的诅咒，毅然结果了自己的父亲。不久前，娜娜和伊芙截停了一辆商队的马车。据情报称，马车上隐藏了商团的机密文件，四处寻觅却一无所获。文件中有商团投资给奴隶交易工会的记录。要知道，帝国是坚决抵制奴隶贩卖的礼仪之邦。娜娜不理解为何商团要冒险做出这种不妥之举。闻言，伊芙顿时展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当初正是他创办的公司引诱老板投资了奴隶市场，只是没有料到对方如此迅速的产生警觉。难道你的计划已经曝光了吗？伊芙安慰娜娜，让她放心，对方只是将资料进行了转移，并没有怀疑到她的行为。即使上次揍她也只是出气而已。说完，伊芙的脸色阴郁下来，老板一定是不信任别人，才会自己拿走了。得知娜娜原未曾谋面，伊芙伸手递上发夹，让娜娜重新坐上马车。这些工作人员迟早会接受严厉审讯，直至死亡。我得让他们的生活更惬意。伊芙的言辞让娜娜感到无比陌生，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伊芙不属于同一种人。也许伊芙所处的世界就是如此残忍。娜娜紧捂双耳，竭力屏蔽外面的凄惨呼喊。接着两人乘坐马车，顺利抵达了老板的别墅。娜娜察觉到一丝异样，就算他们乘坐的是商团马车，也不应该那么轻易的让2个小孩进来。伊芙没有多加解释，微笑着说马上就会知道结果。一路上，伊芙显得无所不知，带着娜娜前行。然而让娜娜感到困惑的是，她从不透露这些地方的详情。很快，两人来到了地下室入口处。伊芙告诉娜娜，这底下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现在还有撤退的余地。她严肃的表情表明她是真心为娜娜着想。娜娜装作若无其事，催促她快点带路。随着两人的渐渐深入，周围的空气变得愈发凝重。突然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娜娜扭头看去，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不已。一群受伤严重的孩子竟然像牲畜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他们的年龄有些甚至看起来还不到10岁。面对娜娜的困惑，伊芙陷入了深默。经过深思熟虑后，她迟疑地开口，这才是鲁纳阿莎商团真正的总部所在地，而这些孩子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预备组织成员，他们需要通过考核才能转正。说是一种考验，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商团老板扭曲的欲望，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相互残杀，直到剩下3个孩子为止。而伊芙从出生开始就被送到那里，当时老板经常强迫他服用毒药，这导致他开始不能吃东西。伊芙话还没说完，娜娜就迅速捂住了他的嘴。娜娜生气了，觉得他说的好像不是自己的事，其实他是担心娜娜会害怕自己，因此才以这种漠然的语气进行解释。毕竟无论如何，他也是最终幸存的其中一人，他的手沾满了无数鲜血。虽然伊芙所言属实，然而娜娜并不愿意将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他，她无法容忍这种刻意将儿子逼成恶魔的行为。此刻娜娜终于领悟了伊芙内心的怨恨，并发誓要亲手帮他讨回公道。伊芙微微扬起嘴角，娜娜的义愤填膺反而让他感到歉意，因为前方那扇门里可能会发生令人发指的事件。他突然懊悔带着娜娜深入到这里，看着伊芙严肃的神态，娜娜不愿成为他路上的绊脚石。他向伊芙要来一副眼镜，并在其中施加了魔法，现在只要看到血腥的画面，眼镜就会自动帮他替换成可爱的场景。伊芙走进房间前表示自己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娜娜借助魔法寻觅文件，一踏入门，商团老板便将两人视为新候补成员。可是他最近明显没有目击，是通过介绍过来的吗？伊芙立即顺着对方的猜测表演起来。有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份提供食宿并且月薪过万的工作，
娜娜趁机使用魔法寻找文件的所在地，等到她找到的那一刻，一声巨响瞬间吸引了她的注意。只见商团老板的大脚一次又一次地踹在伊芙的身上。虽然如此，伊芙还是让娜娜先去找文件。然而就在她刚要拉开抽屉的时候，商团老板突然将目光聚焦在娜娜身上。娜娜紧张地扭过头，眼前的情景差点让她忍不住发出笑声。没想到眼镜竟然把老板换成了一只憨厚可爱的玩偶熊。娜娜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然而玩偶熊注意到娜娜独特的乌黑发色和黑眸，竟然拿着魔法棒威胁要将她做成标本。至于那个喋喋不休的小鬼就没有啥用了，他举起魔法棒猛烈地朝着伊芙挥去。千钧一发之际，娜娜一脚踢在了玩偶熊的脸上，巨大的冲击力瞬间让玩偶熊摔倒在地。可很快他又重新站立起来。此时商团老板已意识到娜娜并非普通孩子，一旦认真起来，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压迫力。魔法棒重重的一挥，娜娜迅速拔出剑来抵挡。即使娜娜在学院里勤奋修炼剑术，但终究不是刀尖舔血之人的对手。当娜娜被商团老板击飞的瞬间，伊芙立刻感到恐惧，她恳求老板放过娜娜，给她一线生机。然而她的恳求却激起了商团老板变态的兴趣，他威胁要在伊芙面前把娜娜干掉。无形的愤怒迫使伊芙攥紧了双拳，可娜娜却大声呼喊着让她不要靠近。她颤抖着用剑支撑着自己站起身来，准备继续迎接商团老板的下一波挑战。她知道伤害老板可能会让伊芙陷入生命危险。娜娜沉着地施展魔法，寻找敌人的破绽。没想到对方身上到处佩戴着防护的魔法器具，而娜娜只拥有一块用过的魔法石。为了尽可能获取其中的魔力，娜娜用牙齿将其咬碎，颗粒的魔力瞬间环绕在娜娜周围。就在娜娜与老板生死搏斗的时候，旁边的伊芙陷入了痛楚的往事回忆。因为父亲变态的考验，有人背叛持刀对他发动进攻，有人屈服向他祈求宽恕。然而他对这些人的印象加在一起，都不如对某个人的印象深刻，那是他在地狱中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伊芙生的希望。此刻娜娜最后的魔力也即将耗尽，商团老板的大手牢牢掐住，让她无法动弹。就在娜娜感到绝望的时候，利刃刺入肉体时发出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回荡着。眼镜的意外掉落让娜娜看到了真实的景象，伊芙用发簪在背后发动了袭击。这是娜娜第一次在伊芙的脸上看到了怒火。如今她恢复了原先的模样，眼角流下的泪水仿佛是她为朋友报仇时的喜悦。随着伊芙取下发簪，商团老板最终倒下，再无呼吸。娜娜看着尸体，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2步。伊芙面带微笑为娜娜戴上眼镜，让她随自己一同离开。娜娜脸上充满疑惑，她深知伊芙为这次报复蓄谋已久，怎能因为自己而草率收场。伊芙听后露出一丝微笑，如果你也死了，复仇成功又有何意义呢？说完，她精疲力尽瘫倒在娜娜的怀里。因为袭击老板，她身上的毒素已不受控制地开始蔓延，情势危急。娜娜焦急地询问解药的下落，可伊芙依然嬉皮笑脸向她提出要求，委托完成后陪我一起去游玩，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说。娜娜简直要被气得要死，但她只得答应。然而伊芙说完没有解药后，人顿时晕倒过去。就在娜娜手足无措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白发紫瞳的少年出现在门口，埋怨伊芙的愚蠢。为了守护娜娜，伊芙放下心中酝酿已久的复仇计划，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可伤害父亲的行为也让他体内的毒素开始剧烈扩散。在得知没有解药之后，娜娜不断呼唤，试图唤醒伊芙的理智。然而这时房间里却传来了第三者的声音，既然决定要杀，为何不早点动手，真是太愚蠢了。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一个白发紫瞳的少年突然出现，他抱怨伊芙这个讨厌的家伙，让他不得不大老远跑一趟，说着用巴掌将地上的伊芙直接扇醒。看起来两人关系很融洽，娜娜决定忍耐一下，只是她总觉得自己曾经与对方相识。伊芙艰难的翻身，为自己吃光了解药而道歉，这本应该引起同情的话语却引起了对方的欢笑。既然如此，那就去死吧。旁边的娜娜人都傻了，她究竟是否应该纵容这个疯狂的人？而此刻伊芙疼得失去了开玩笑的心情。从他的请求中，娜娜得知了白发人的身份，原来此人竟是他儿时所见的斯婉哈登。斯婉叹了一口气，活着究竟有何意义？这句话斯婉从小就经常挂在嘴边，成为他的口头禅。让娜娜意想不到的是，小时候几乎不言不语，天天冷眼相对的斯婉，如今竟然变得言辞轻佻起来。他唯一不变的是他那傲慢的性格，如同天使般令人陶醉的绝美容颜。随着斯婉的手心释放出魔法力量，伊芙身上的毒素很快被排除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黑魔法、普通魔法和圣魔法这3种魔法。斯婉与父亲布兰奇公爵以圣魔法闻名，拥有天使般容貌和圣洁魔法的主角光环，让奈娜有些嫉妒。这时伊芙身体康复，从地上爬起来。斯婉询问伊芙是否还记得自己要的东西，两人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而斯婉对伊芙的隐情也有所洞悉，他望着商团老板的尸体，轻声安慰道：“这个令人作呕的家伙死了，也算是一个善终。但是就这样让他下地狱有点浪费，要不要做个防腐处理，送给变态玩乐？”继承公爵爵位的事情进展顺利，他向伊芙透露了自己提前入学的消息。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向我打招呼，我会感到烦躁。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刚才我进来时惹怒了警卫，所以赶紧逃跑吧。说完，斯婉就告辞准备离开。临行前，他再次停下脚步，将视线移向了一旁的娜娜。看清楚娜娜的瞬间，他眼里闪过一丝震惊，片刻后又恢复了傲慢的姿态，用鄙夷的眼神看着娜娜。等斯婉离开后，警卫的追捕声提醒两人赶紧带上文件逃离。而此刻，斯婉担心地朝着别墅的方向望去，他不理解那个女孩为何会出现在这样的场所。几天后，商团老板的死讯传遍了全城，他的肮脏事迹成了民众闲谈的话题。娜娜如同行尸走肉般躺在床上数日，这次事件让他觉得精疲力尽。然而伊芙却意气风发，他不仅利用资料操纵了鲁纳阿莎商团，趁机转移大量资金，创立了个人企业。这时侍女的话让沉睡中的内娜惊醒，得知即将开学，娜娜立刻表示要外出。如今她赚了许多钱，自然要好好尽情玩耍。接下来的几天，她与赫斯一同逛街，带着卡里去享用了一份美味的蛋糕，与皇太子科里一同游览美食一条街。除了讨厌的哥哥海伦，娜娜与每个人共同编织了假日的美好回忆。现在只剩下和伊芙的约定了。
曾经承诺一切结束后，两人要一同出游。娜娜刚刚推开伊芙的办公室门，对方兴奋地张开双手冲了过来，吓得她立刻关上门告辞离开。伊芙下定决心自己不再拥抱娜娜。之后两人在一起简单的共进晚餐。伊芙一边享用沙拉，一边讲述着自己宏大的规划。娜娜不时将目光投向伊芙。娜娜第一次见到他进食正常的饮食。商团老板去世后，他似乎得到了解放。如今束缚他灵魂的桎梏已经解除，他身上的纹身也不再具有效果。他重新获得自由的感觉，让他对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他的胃口却没有增长，所以其他事情只能交给娜娜处理。出于不浪费食物的理念，娜娜大口大口享用美食。在她尽情享用美食的时候，伊芙再次表达了想要拥抱的愿望。娜娜一个没忍住，把果汁全喷了出来。她提醒伊芙自己只是答应一起玩而已，拥抱这种行为要去找别的人。听到这番话，伊芙满脸失望。她表示自己只想拥抱娜娜，因为你看上去温柔可爱如小狗。娜娜已经厌倦了她的胡言乱语。那你就去领养一只。没想到伊芙竟然有这样的打算，他想要寻找一只狗，并给它取名娜娜。娜娜立即劝告他放弃这个荒谬的想法。为什么他必须接受伊芙的拥抱？假如这个事导致他难以寻觅另一半，又该如何呢？伊芙里坚定地摇摇头，劝他不要轻易谈恋爱。娜娜强忍怒气询问他凭什么这么说。贵族小姐一旦婚后便难以自由行动，这会限制你的才华，无法得到充分展现。娜娜听到解释后稍稍控制住了情绪，但她并不觉得婚姻能够困扰到自己这样才华横溢的人。话音刚落，伊芙豁然起身。既然如此，那就寻找一个体面的人吧，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才能赢得他的尊重。伊芙的任性让娜娜束手无策，于是她轻声告别，便离开了房间。娜娜觉得伊芙现在的纠缠模样很像海伦，虽然有些讨厌，但幸好她恢复了正常，生活恢复平静，让娜娜感到安心。突然，科里给娜娜打来了电话，邀请她一同赏烟花夜景。自从经历了伊芙的事情，娜娜对生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她深刻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他决心要陪伴伙伴一起享受愉悦的学生时光，毕竟谁也无法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即使他按部就班地规划好一切，一旦发生意外，就会损失太多。四人乘坐科里的魔法飞毯飞向空中，烟花在几人面前绚丽绽放。娜娜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在她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如同现在一般平安顺利。娜娜的校园生活终于迎来了第二学期，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短短的6个月假期就这样过去了。不仅仅是皇太子和科里，就连赫斯都身高也长了不少，唯独娜娜一人依然如小豆丁般未曾改变。望着面前伟岸挺拔的两人，娜娜顿时感到痛不欲生。回到宿舍整理行了，娜娜偶然间瞥见镜中的自己，她不敢相信地来回摩擦飞机场，试图寻找2次发育的迹象。尽管她平日里吃得不少，但为何身材依然不见增高呢？搞得赫斯在她身边反而显得像个姐姐。在记忆中，科里起初和她一样高，如今已经比她高出一截。皇太子更要居高临下与她交谈，想象未来自己这个小不点有5位高大的好朋友，娜娜感到压力山大。明明上学期大家的身高都差不多，娜娜甚至怀疑他们故意隐瞒了长高的方法。正思考时，海兹回到了宿舍，见到娜娜，他兴奋地扑了上去。打完招呼后，海兹尔抱怨娜娜放假不来找他玩，原本开学后就忙得不见人影。娜娜，你还需要深入研究社团活动，每天都在练剑，直到夜晚才归来。于是海兹尔要求娜娜课间休息时一定要去教室找他玩。得到允诺后，海兹尔才放过娜娜。之后，娜娜找到科里请教如何增加身高。思索片刻后，对方认为这可能与蔬菜摄入有关。娜娜沉默无言，甚至无法开口。她吃的蔬菜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比科里更少。要是吃蔬菜的多少能和身高成正比，那他的个子至少能触及天花板。这让科里短时间内也找不到答案。毕竟他放假期间除了进食蔬菜，其他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他安慰娜娜，或许是因为发育阶段不同的缘故。其实娜娜也向别人询问过这个问题。海兹尔建议娜娜多喝牛奶。皇太子这个呆萌依然胡说八道。他甚至感觉假期间自己没有长高，也许是娜娜变矮了。至于赫斯依旧如故，认为娜娜无论身高胖瘦都是完美的。从几个人的话中，娜娜开始怀疑这可能与遗传有关。给海伦打电话却又不肯开口，对方嘻嘻哈哈地说让娜娜亲自前往高年级找他。但由于卡里和海伦也都长高了，娜娜并不认为这是遗传问题，但她又好奇海伦会给她什么样答案。就在娜娜犹豫是否前往高年级教室的时候，科里收起魔法落在了地上，用手在娜娜的头上比了个手势。这么一看的确有些矮。科里刚说完，娜娜一记冲天炮将科里打入了天花板。片刻后，科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此时还伴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娜娜毫不客气地占用了科里的毛毯，为了避免被熟人察觉，娜娜将自己裹在毛毯里一丝不漏，心心念念只想尽快找到海伦，询问如何快速长高的方法。没想到出师未捷，却被路过的海兹尔逮个正着。兴奋的她立刻向几个知心姐妹介绍起自己可爱的新室友。娜娜被几人如玩偶般抱在怀中揉搓。得知娜娜前来拜访海伦，海兹尔正打算带她去那里，一位意外到访的客人却打断了她。来者正是伊芙尼斯，向娜娜问好的同时，接下了帮忙找海伦的任务。殊不知娜娜隐瞒身份，就是为了避免与他相见。海兹尔未经她同意，便带着小姐妹自觉离场。眼见伊芙渐渐逼近，娜娜板着脸威胁，别说什么拥抱这种废话。可伊芙比娜娜想象的油腻，她轻抚娜娜的脸颊，让她忘掉什么海伦。此刻站在这里的也依然是你的哥哥。接着凑近他，承诺绝不泄露此事。垂落的发丝不经意间撩动着娜娜的内心。突然间，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海伦看到伊芙对妹妹动手动脚，气得攥紧了拳头。没成想伊芙竟然完全不把海伦放在心上。他笑着说自己更适合当娜娜的兄长，并询问海伦是否愿意出售哥哥的权利，需要多少金钱。因为娜娜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英俊的哥哥，况且我的金发和娜娜更像是兄妹。趁着两人争执的时机，娜娜远离是非之地。此时伊芙自豪地炫耀自己与娜娜共同拥有情侣纹身。娜娜立刻感到慌乱，这个疯子怎么能把签署合同的纹身当做争吵的筹码？在伊芙透露出纹身在屁股上时，娜娜和海伦都僵立在原地，没有给娜娜解释的机会。海伦疯狂的模样让
让娜娜发誓再也不会踏入高年级的门槛。晚上，伊芙用影像球回味着娜娜那天在酒吧的舞姿，不论观看多少遍，她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虽然很有趣，但这只是与娜娜美好回忆的一小部分。仔细回想，与娜娜相处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无论是她贴心的制作蔬菜汁，强迫自己品尝不喜欢的鸡肉串，受伤中毒时她脸上的忧虑，这些场景都深深地印在伊芙的心里，无法抹去。思来想去，伊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当时真该用强势手段，让娜娜永远留在身边。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伊芙推开房门，眼前堆积如山的行李让她感到有些疑惑。原来有一位室友即将搬进来。听到对方名叫思婉，伊芙脸上顿时有些阴沉。第二天，娜娜渴望长高的消息迅速在学校传开。从那时起，娜娜的桌子上每天都摆满了牛奶。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友好地拉着娜娜，帮助她茁壮成长。就连食堂阿姨也特意为娜娜准备额外的私房菜。尽管这是娜娜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祝福，但她内心更多的是尴尬之情。娜娜在路上抱怨皇太子的大喇叭嘴，导致此事广为人知。赫斯安慰娜娜说，没必要飞得长高，据说个子娇小的女生更容易激发男生的保护欲。娜娜将赫斯的话视为恭维而不以为意。现在除了她，所有人都在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况且她相信自己这副模样，对恋爱对象也毫无吸引力。然而娜娜口中依然强调，学生时代应以学业为重。看着身边出落得落落大方的赫斯，娜娜心中犹豫，该选择哪位男主与赫斯牵红线。赫斯察觉到娜娜脸上的忧虑，误以为她仍在纠结身高的问题，于是牵起娜娜的手，转着圈想逗她开心。然而不慎与前方行人相撞，娜娜匆忙搀扶起赫斯，听到对面爆出粗口，赫斯仍然道了歉。然而当看清面前人的相貌时，娜娜和赫斯都有些出乎意料。对方长卷白发紫色的眼睛，显然就是前段时间娜娜在别墅遇见的思婉。与此同时，思婉也留意到了娜娜和赫斯，她立刻笑得灿烂，向赫斯打招呼。赫斯冷冷地哼了一声作为回应，随后两人默默离开，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去。娜娜人都傻了，为何思婉不主动与自己打招呼？原作中的第4位男主角思婉终于来到学院报道，然而对方却只与赫斯打了招呼，对旁边的娜娜视而不见。剑术课上，娜娜遵循皇太子的长高训练，用头顶树枝，期间她将对思婉的不满情绪全部释放了出来。明明他们3个人都是青梅竹马，为何只记得赫斯？片刻后，娜娜平复了情绪。在小说中，男主一眼就认出女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她只是一个女配角。况且书中的思婉性格十分刻薄，不与她有所交集反而是件好事。突然一道剑光打断了她的思绪，皇太子责备娜娜胡思乱想，训练不够用心。娜娜用手指着头上的树枝做出反驳，她始终认为这种训练方式不会对身高有益。她让皇太子先练习半年试试看，如果有效果，她会继续努力训练。皇太子当下勃然大怒，他已经长得如此之高，何必费心费力呢？而且这种训练方式是他为了娜娜而设计的。就在这时，老师的呼喊声打断了两人的争执。他宣布，从今天起，将有一位新生加入剑术专业。听到新生的那一刻，皇太子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他的反应让娜娜心生好奇。然而，当娜娜见到思婉的那一刻，也有些出乎意料。正如老师所描述的那样，思婉出自以圣魔法著称的布兰奇公爵家。大家都不明白，世世代代致力于研究治愈魔法的布兰奇家族，为何会有人专门来研习剑术？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思婉的美貌。这时娜娜身边的皇太子神秘失踪，环顾四周才发现他藏在了树后。皇太子焦虑地咬着手指，皇太子心中疑惑，口中念叨着思婉为何要来这里。娜娜疑惑皇太子为何要畏惧对方。面对娜娜的质疑，皇太子解释说他只是与思婉合不来，因为他的剑术实在令人反感，一挥剑就是毫无章法的乱砍，丝毫不见技巧。小时候皇太子的衣服被思婉连续削破了好几件，因此现在皇太子坚决不想与思婉有任何联系。尽管娜娜也怀有同样的心思，然而她仍觉得皇太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就在这时，思婉疾步走了过来，她一边舞动着剑，一边向皇太子打招呼：“你是不是在躲我？这实在太令我心痛了。见到你的时候，心里真是欣喜若狂。”他还没等说完，皇太子找了借口溜走。见此，思婉掠过娜娜，紧随其后。他的所作所为让娜娜感到厌恶，即使记不住自己，也不应该完全忽视才对。后来娜娜跟赫斯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看到思婉，无论是在教室内听课，或者是午休时外出品尝零食。因此，娜娜确定思婉喜欢上了赫斯，毕竟对方每天都在赫斯的周围偷窥。与此同时，娜娜也意识到对方实际上的确在无视她，明明经常来找赫斯，却从不用正眼看她。想追求女生与她的闺蜜建立良好关系，不是应该的吗？怀着怨气，娜娜去上了剑术课，结果一到场地，就看到红绿灯三人组怒气冲冲地追着思婉，三人的剑术服都被思婉挑破了好几个洞。原来是红毛打算在下课时向女生表白，红绿灯三人组总是形影不离。因此，思婉擅自决定为三人制作了纯爱战衣。看到三人胸前的爱心，娜娜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但这也印证了思婉的糟糕性格。与此同时，思婉向老师求助，她一脸委屈地紧紧抓住老师的手，控告红绿灯三人组欺凌自己。老师果然受骗，责怪三人毫无气度，竟联手欺负一个刚来几天的新生。等老师带着三人去训诫时，娜娜意识到场上只剩下思婉和自己，她怒视着对方，心想：看你这次怎么能无视我。思婉和娜娜的目光交汇的瞬间，脸上的险恶笑容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无措。她咬紧牙关，嘟囔着可恶，随即立刻转身逃离了剑术课。望着思婉远去的身影，娜娜怀疑她并非无视自己，而是单纯的讨厌自己。接下来的几天，娜娜也没有再看到思婉的身影，她心里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测。这时赫斯建议两人一同前往小卖部购买饮料。娜娜一直希望能够帮某位男主和赫斯牵线，想到思婉对赫斯如此狂热，
娜娜好奇赫斯内心有何想法，然而当他一提起思婉这个名字的时候，赫斯的脸上表情突然变得呆滞。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娜娜，你喜欢思婉吗？赫斯的反问让娜娜有些出乎意料。他解释说思婉可能对你有好感。听到这话，赫斯似乎有些不悦，皱起了眉头。得知思婉每天来看自己后，他陷入了沉思。最后，赫斯认真的嘱咐娜娜，其他人或许可以，但思婉绝对不行。回到教室，赫斯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一见到娜娜的时候，依然会面带微笑与她打招呼。与刚才态度强硬的赫斯完全不同，娜娜第一次感到对赫斯产生了陌生的感觉。当时无论他如何追问，赫斯都不肯透露原因。感到无聊的他，准备去隔壁班找科里和皇太子玩，顺便向科里要些零食吃。然而一进教室，娜娜就呆住了，不明白为何思婉又跑到这里和皇太子闹了起来。只见思婉一边命令皇太子归还东西给自己，一边运用魔力操纵无数只纸鹤飞舞。随着他挥出一掌，纸鹤纷纷朝皇太子袭击而去，最终笔直地插入皇太子身后的黑板。被吓得目瞪口呆的皇太子被思婉抓了个正着。旁边的科里劝他将录像还回去为好。说完，他的目光落在最佳观众席上的娜娜身上。科里向娜娜打了个招呼，身后的思婉听到后，带着皇太子一同摔倒在地。娜娜和科里看后都无语了，两人决定离开教室这个是非之地。随后，娜娜心满意足地享用起了零食。她感慨科里依然是最好的。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想吃甜食。原来刚才两人出了教室，科里就示意娜娜把手伸进他口袋，他在口袋里留了一个神秘的空间魔法，可以直接通往科里的零食宝库。此外，科里表示，只要娜娜想要吃东西，他就会随时准备着。因为科里给的太丰富，娜娜连午餐都直接省略了。路过长椅，发现有人居然比他更早到达，旁边摆放着几件价值不菲的魔法道具。娜娜立刻断定对方应该是衣食无忧的皇太子殿下，从体型上看也差不多。娜娜上前想唤醒他，结果无论怎样呼喊都毫无回应。于是他干脆掀开覆盖在他身上的外衣，没想到在这里躺下的竟然是思婉。看到对方脸色明显变差，娜娜一时间也感到慌张，她还来不及道歉或解释，思婉取回外套，然后又覆盖在自己的脸上。娜娜觉得他这样的态度也算情有可原，毕竟思婉本来就厌恶自己。然而娜娜仍诚挚地向思婉道歉。话音刚落，思婉猛地坐起身来，她遮着面孔摇摇晃晃地打算离去，结果被绊倒在石头上，摔倒在地，来了个狗吃屎。娜娜突然觉得对方有些可怜，因为憎恨他而承受这些罪过。想到思婉可能还没用过晚餐，她在一旁留下了一个三明治。娜娜还未离去，思婉就气急败坏的狠狠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头。娜娜将这事做思婉对自己的不满，快步离开了现场。晚上，赫斯帮助娜娜做拉伸练习，他深信只要坚持锻炼，再配合伊芙送她的药物，一定能立即长高。但是赫斯却建议娜娜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2楼教室的灯没有关闭，他不愿意在做伸展运动时被人看到。于是娜娜让他先在一旁放松一下，然后娜娜更加卖力的做起赫斯无法完成的高难度动作。突然，赫斯问他思婉是否曾经说过什么。惊慌之下，娜娜未能稳住身形，脚下发出了一声咔嚓声，扭伤了脚，剧痛让娜娜难以站立。就在赫斯准备找人帮忙的时，一道身影迅速的从2楼跃下，对方裹着厚厚的衣服，依稀可见脸上泛起的红晕。娜娜顿时感到莫名其妙，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就是思婉。原来我们的娜娜才是真正的万人迷体质，她不仅征服了男主们的心，女主和男主为了争夺她的心竟成了情敌。不久前，娜娜在做拉伸运动时不慎扭伤了脚，受伤严重的她连站立都成为了奢望。就在赫斯束手无策的时候，一道身影从2楼飞身而下。尽管对方用衣物遮住了头部，然而这出众的外貌气质让娜娜一眼就辨认出了他的身份。与此同时，2楼冲出一位赤身裸体的男子，他大声呼喊，要求思婉把衣服归还给他。听到这里，娜娜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确信，只是她不明白思婉来的目的。而此刻，赫斯已经猜到思婉的打算，他嘱咐娜娜在此守候，自己去取急救箱。等赫斯离开后，思婉仍无意离开。犹豫了好一会儿，思婉终于开口：“递给我脚。”娜娜听后顿时一片茫然，接着思婉又指向了娜娜受伤的地方：“你扭伤了脚，我来给你进行治疗。”娜娜立刻婉拒了思婉的好意，心里却愈发觉得异样。这家伙难道是为了治疗而跳楼的吗？但她立刻劝告自己不要多想，对方甚至讨厌她到不愿看一眼的地步。就在娜娜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思婉不顾娜娜的拒绝，把手伸向她面前，想象一股圣洁的魔法从手心中涌出。娜娜对思婉的治愈魔法感到无比神奇，她不仅治愈了受伤的脚踝，还连带着把训练1天后的疲惫一扫而空。这股魔力仿佛贯穿了娜娜的全身，直至内心深处。娜娜还未尽兴，思婉就停止了魔法。紧接着，他在娜娜面前解开手臂上的绷带，仔细地将其系在受伤的地方。做完这些后，他在口袋里搜寻着什么，不容拒绝地递给娜娜一些瓶瓶罐罐。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些全是顶级治疗药剂。思婉留下一句以后注意安全，然后转身离去。娜娜被他的一连串举动吓呆，不理解为何思威对自己如此残酷。正巧赫斯拿着急救箱回来，两人像个陌生人一样，没有任何招呼。直到彼此错过的时候，赫斯才以冰冷漠然的语气开口：“你真是装模作样。”思婉不甘示弱，主动进行回击。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然而此时，娜娜对这两人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她将5瓶药水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眼睛紧紧盯着药水，想洞悉思婉的意图。原本她认为思婉讨厌她，但从刚刚的表现来看，似乎并不是这样。思索片刻后，她觉得这是一种新型的整人方法。思婉一定是有意留下药水供她使用，然后再以数倍高价勒索她偿还。当然，娜娜也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些异想天开，于是她打算明天征求他人的意见。第一个参考对象是皇太子，他也觉得思婉最近举止古怪，尽管平日里他总是以欺负他人为乐，
但现在的他常常面带微笑。娜娜不理解为何笑有什么奇怪。皇太子转身指着背后解释道：“本来思婉并不爱笑，如今这样笑着折磨别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皇太子凑近轻声提醒娜娜，让她以后小心。听说思婉正在四处搜集她的信息。然而，当娜娜询问科里的看法时，对方却让娜娜不要担心。科里一边为娜娜编织辫子，一边思考措辞。他觉得思婉所做的事情和他非常相似。娜娜完全听不懂科里的言辞所蕴含的含义，希望他再表述清晰一些。听到这话的科里轻轻勾起嘴角，他对娜娜的问题置之不理，转而称赞娜娜真是美丽动人。娜娜拿起镜子，发现科里编头发的手法越来越娴熟。在离开前，科里也劝娜娜要时刻保持警惕，毕竟思婉确实不是善良的人。随后，娜娜又向伊芙请教，对方更是板着脸，命令娜娜离思婉远一些。娜娜简直无语，她根本就没想过要靠近。听到这个消息，伊芙才松了口气，轻抚娜娜的头，温柔地叮嘱：“思婉是个十分危险人物，如果她跑过来和你说话，一定要告诉我。”说着，伊芙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他认为最近思婉的行为过于可疑，认识这么多年，他竟然第一次对思婉感到陌生，言之凿凿的警告让娜娜也变得紧张起来。不料下一刻，口不择言的伊芙被思婉抓了个正着。虽然思婉头戴着可爱的绵羊眼罩，但她所说的话却异常恐怖。要是你再继续信口雌黄，我就提前送你去养老院享受生活。紧紧搂住伊芙的脖子，让她一同前往一旁，以便独自清静一番。望着被带走的伊芙，娜娜只能祈祷她能平安归来。综合三位参考人的陈述，尽管思婉曾对娜娜伸出过一次援手，然而娜娜认为这并不足以改变自己对她的看法。此外，娜娜还深信思婉对自己并无好感，以后必须尽量避开她。然而人生往往不会按照计划进行。第二学期的实践考试依然是魔物讨伐任务，但这次科里和皇太子都无法参与。面对娜娜的质疑，皇太子解释自己的实力非同凡响，受邀参加帝国举办的杰出剑术师考核。科里被召唤去修理学校里的魔法装置。皇太子抚摸着娜娜的头，表示他也很想和她一起参加考试，可惜娜娜和他终究不是一个层次的。娜娜简直要被皇太子的挑衅气死。没想到平时利用高级魔兽欺负皇太子的行为，竟然让他的实力日益精进。随后，科里和皇太子都期望娜娜能和思婉一同组成队伍。娜娜从两人的眼神中察觉到了忧虑，她口头答应会尝试邀请思婉，但心里却觉得思婉不太可能愿意与她搭档。很快，实践考试正式展开，众人纷纷联合起来组成小队对抗魔物。然而娜娜却孑然一身。随着娜娜挥出锋利的一剑，一只高级魔物应声倒下，得到魔物的内核，预示着娜娜这次考试的成绩不会太差。她将魔核收入口袋，心中感叹皇太子和科里对自己的轻视。娜娜之后蹲在地上缓解身体的疼痛。这几天她因为大姨妈来了有些腹痛，偏巧还患上感冒，身体冰凉异常，因此娜娜准备就地休息，然后等考试结束。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吸引了她的注意。听到声音后，娜娜发现有3人被魔物包围。这3位女生是今年新加入剑术系的新生。娜娜虽然嘴上抱怨为什么要让菜鸟参加魔物考试，然而她仍然毅然拔剑朝着魔物发起攻击。因有病的原因，娜娜努力凝聚魔力力球，一击必杀。很快魔物就被娜娜一扫而空。3个女生瞬间变身小迷妹向娜娜扑去。面对众人的热情，娜娜有些不知所措。娜娜身体欠佳，未能及时观察周围环境，不知不觉间她已经退到了悬崖的边缘。最终她一不小心踏入虚空，摔倒下去。情急之下，娜娜想要施展浮空魔法，然而此刻她的魔力已经枯竭。在绝望时刻，娜娜后悔没有与思婉一同组成团队。不知过了多久，娜娜逐渐恢复了意识。她奇怪地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疼痛的感觉，耳畔只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终于，娜娜被人叫醒。她下意识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天国，毕竟眼前之人如同光芒四射的天使。然后看到天使脸上焦急颤抖的表情，娜娜突然醒悟过来，原来眼前的天使就是思婉。可为何她要以如此心疼担忧的眼神注视着我？原来外表高冷的思婉一直默默关心着娜娜，所以她才能在娜娜坠落悬崖之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娜娜治疗伤势。今天是学院统一考试的日子，许多学生对剑术系和魔法系不需参加笔试表示羡慕，却不知道实战测试可能随时危及生命。在思婉的治疗和搀扶下，娜娜勉强可以实现独立行走。可是眼前是陡峭的悬崖，娜娜却不知道回去的路，于是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思婉身上。听到娜娜的问题，思婉叹了一口气，她嘱咐娜娜跟随自己，随后自顾离开，转身离去。娜娜弄不清她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明明刚才就自己时表现得那么焦虑，如果讨厌的话，为何要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自己？走了几分钟，娜娜的身体已经有些难以应对，她现在浑身上下处处都感到疼痛。娜娜的异常行为引起了思婉的疑问：你感觉不适吗？娜娜依然执意声称自己没事，她不想再继续承受思婉更多的帮助。可是思婉显然意识到了她的任性，她大步走向娜娜，一张英俊的面孔突然出现在娜娜的面前，还说自己没事。你的面容看起来有些苍白，伸出手轻触娜娜的额头，感受温度，发现娜娜出现发热症状。这种情况你怎么回去？下一刻，思婉用充满忧虑的语气叮嘱道：傻瓜，如果难过就应该告诉我呀。娜娜一时间分不清这是暧昧还是发烧，她现在因为思婉温柔的语气而心跳加速，但她现在更渴望了解思婉的心思。于是娜娜拉住思婉的袖口，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你还记得我吗？我们小时候应该有过几次相见？听到这个问题，思婉顿时大吃一惊，她的目光似乎透露出一丝内疚。思索片刻后，她回答了娜娜：我们小时候玩得非常愉快。娜娜这下也惊讶了，在记忆中，思婉始终是一个对她视而不见的人，即使想要主动交谈，她也从不给予任何机会。然而这个人却声称曾与自己相处融洽。这时思婉转过头告诉娜娜：
不必再用敬语与他交谈，他会感到不适。说完后，他小声喃喃自语，自己这么说是不是太刻薄了？从他的表现来看，娜娜觉得他没有说谎。此外，娜娜脑海中构想出了不用敬语的画面，一点也不觉得突兀，就像以前他就是这样跟思婉讲话的。既然如此，娜娜决定乘胜追击。这件事比起他和思婉的儿时关系，更加引起他的好奇。为什么你总是避开我？闻言，思婉慌乱地将目光移向一旁，最终更是径直转身离去。然而越是如此，娜娜就越觉得对方是在躲避自己。她追问思婉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导致思婉对她产生反感。思婉立刻转过头否认她的猜测。不料此刻娜娜因头晕失去平衡，险些摔倒。千钧一发之际，思婉及时抱住了她。就这样，娜娜坠入了思婉的怀抱。这一刻，思婉再也无法掩饰平日的孤傲与冷酷，脸颊的红晕昭示着她内心的羞涩和胆怯。突然，娜娜听到一声微弱的求救声，只见思婉右手疯狂拔除野草，左手猛烈地敲击地板，手足无措。娜娜摇摇晃晃地撑起身子，却看到思婉也是满脸通红，于是她伸出手试探着思婉是否生病。见此，思婉不停挣扎以示抗争，她恳求娜娜赶紧从她身上离开，但娜娜甚至维持意识都有些困难，更不用说从思婉身上站起。最后，她索性昏倒在了思婉的怀抱。等娜娜苏醒，发现自己躺在学校的保健室里，她依稀记得似乎是思婉送她来的。娜娜向医务老师确认自己没事后，离开了房间。刚出门就看到思婉坐在地面上，未等她打招呼，对方主动将她拥入怀中。他的拥抱由温柔逐渐变得有力，他轻声央求娜娜不要再生病，他的眼睛还带着泪光，能从中感受到忧虑和沉重的心情。明明从未见过思文如此的神情，但他的举止却让娜娜感到亲切和熟悉。可是娜娜却始终回忆不起来，思婉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表情。之后，思婉递给娜娜一大堆维生素营养补充剂，叮嘱她务必每天坚持进食，等吃完了再来找我拿，还有千万不能再患病。娜娜一口答应了下来。眼看思婉仍然流露出一副要哭的模样，娜娜主动拥抱了思婉，安慰她自己会没事的。谁知这一举动几乎让思婉情绪失控，她粗鲁地推开了娜娜，随后飞快地逃离了现场。娜娜对这熟悉的场景感到有些好笑。思婉离开后，其他人纷纷跑了过来。皇太子和科里得知娜娜受伤后，纷纷拔出武器要让魔物付出代价，就连毫无战斗力的赫斯也拿着铲铲，一脸忧虑，看着几人义愤填膺的模样，娜娜顿时不知从何说起。幸运的是，娜娜成功地用搪塞了过去，于是她安慰大家不必为她担心，继续忙自己的事就好。话刚说完，众人纷纷以怀疑的目光盯着娜娜，他们一致认为即使只是感冒，也应该回保健室休息。随着皇太子的一声号令，科里和赫斯默契地把娜娜抬起。就在这时，海伦和伊芙听到声音赶了过来。娜娜表示自己身体健康，不需要住院。然而下一刻，伊芙却意外一脚踢爆了走廊，立即让海伦帮忙为娜娜请假。娜娜的心瞬间死了。接下来的几天，赫斯每天给娜娜带来各种书籍，以化解她的无聊。伊芙为了防止娜娜再次生病，每天都把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白天沉睡过久，皇太子和科里会在娜娜半夜失眠时陪她一同玩游戏。终于不知不觉地到了出院的日子。娜娜原以为这段时间会很乏味，没想到在朋友的陪伴下，时间过得那么快速，甚至还意外得知伊芙竟是擅长清洁的专业达人。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刚一接通电话，就听到妈妈焦急的声音。尽管娜娜声称已经康复，不必过分担心，然而男爵夫人仍然嘱咐娜娜要注意安全。你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让我心如刀割过多少次，以前摸了虫子后揉了眼睛，导致患上了眼病，日复一日的刻苦练剑，练到遍体鳞伤却不停歇。这些事情娜娜早已厌倦听了，可是母亲接下来的话让她顿时感到毛骨悚然。曾经娜娜在某一天突然神秘失踪，不论如何搜寻始终找不到一丝踪迹。然而最终娜娜却神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然而母亲所提到的这件事在娜娜的记忆中从未出现过，只是问了思婉是否喜欢我。纯情的小狗羞得脸颊泛红到说不出话。剑术课上，娜娜坐在树上偷懒，她原本打算吃过晚饭后直接前往场地练习剑术，她心中渐渐生出了一个疑问。上午娜娜从赫斯口中得知，他用了多年的钢笔其实是自己送给赫斯的。然而娜娜对送钢笔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偏偏笔上又不经意地刻上了他的名字。一直以来，娜娜自以为对前世和童年的记忆了然于胸，就连海伦7岁尿床的事情她都记得如数家珍。然而她却忘记了给赫斯送礼物。娜娜下意识怀疑这与自己的失踪有关。就在这时，一声呼喊吸引了娜娜的注意，原来有人要找思婉进行对决。面对挑战，思婉毫无应对的兴致，对方的每次攻击都被思婉轻松躲过。娜娜记得发起挑战的学生名字叫吉米，在思婉学习剑术专业之前，吉米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如今他如此狂躁的胡乱挥舞着剑，显然是被思婉伤到了自尊心。娜娜干脆躲在树上观察，她有些好奇吉米究竟有何强大。他的剑术令皇太子望而生畏，不敢与之为敌。然而两人的实力差距太过悬殊，面对吉米的攻击，思婉甚至没有还击的意思。娜娜看到这样的结果，不禁感到索然无味。这时思婉打着哈欠劝吉米收手，别白费力气。然而他懒散的态度却引发了对方的怒火，挥舞着剑宣称今日必须分出胜负。听到这句话，斯文和蔼的脸上瞬间涌现出令人不安的杀气，霎时利剑猛烈地朝着吉米刺去。此时吉米已经被思婉的气势所震慑，他摸着雪白的肚皮，满脸惊讶，难以相信。思婉微笑着问吉米为何要躲起来，肚子上戳个洞，大不了一死而已。说着又举起剑向吉米挥去。看到这一情景，吉米立刻跪地祈求饶恕。他明白，如果再坚持抗争，自己的生命将毫无保障。既然赢了，思婉要求吉米必须答应他的一个条件。你知道学校里那个最美的女生是谁吗？
吉米下意识认为斯婉说的是赫斯，就连在一旁吃瓜的奈娜也怀有同样的心愿。可斯婉却否定了这个答案，还责怪吉米的眼神不准，是经常与赫斯为伴的女孩。吉米拜托斯婉直接一点说名字，然而斯婉一脸娇羞地表示，说出名字会让自己感到尴尬。无奈的吉米只能凭借猜测，难道是那个脾气十分古怪的黄发女孩？话音刚落，斯婉一剑刺向吉米双腿之间，要是不想死就赶紧闭上嘴。面对威胁，吉米改口称对方是位皇女神。随后斯婉要求吉米将与此人相关的照片和视频都交到他手上，总之不能让他在学校散播。等吉米答应后，斯婉离开了赛场。娜娜内心并未意识到，斯婉所说的人其实就是她自己，毕竟学校里不只有她一位黄发女生。可是她脑海中所浮现的画面却打破了她的侥幸心理。傍晚，斯婉坐在池塘边抛着石子，白发随着晚风柔柔飘扬，夕阳映照下，她眼中透露出些许忧虑。路过的娜娜被这位仙女般的人物深深吸引。娜娜突然想到自己正好有事情要问她，眼见斯婉盖上衣服准备入睡，娜娜急忙跑过去唤醒斯婉，屡次呼喊却无人回应。娜娜毫不犹豫地凑近她，轻声问道：“斯婉，你是否倾心于我？”话音刚落，斯婉猛地弹射而起，此时她的脸上已经泛起红晕。她颤抖着的声音问奈娜刚才说了什么。因为不敢正视娜娜，斯婉扯来一块衣服盖在头上，结结巴巴神色慌张地再次重复提问。斯婉的嘴唇不停地张合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半天都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娜娜看着她那种木讷的表情，误以为是自己让她发火。她声称刚才只是为了把她叫醒而开了个玩笑。闻及此言，斯婉稍微冷静，在她的追问之下，娜娜首先向斯婉表达了感激之情，无论是在扭伤脚踝时伸出的援手，或是在实践考试中对她的紧急救治。她很抱歉误会斯婉是讨厌自己，所以一直未能说出谢谢。斯婉害羞地脱下衣服，让娜娜不必在意。看到她的头发因为静电变得有些凌乱，娜娜伸出手轻轻抚平，这简单的举动却引起了斯婉激烈的反响。就在娜娜以为是自己太草率的时候，斯婉突然开口表示自己并非可疑之人，你无需对我心怀戒备。她的脸半埋在怀里，因为我对你无法抗拒。当你不在的时候，我已经竭尽所能，所以可以给我点表扬吗？夜风烈烈呼啸不止，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娜娜的头发也被风吹得飘飘荡荡。然而她的目光始终落在面前的少年身上。听完斯婉的陈词，娜娜对自己的过往更加疑虑，她不知该如何回应，因为斯婉所说的一切都与她那些遗忘的记忆有关。她不得不中断斯婉的谈话。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残忍，但我已经记不清我们过去的亲密关系，也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斯婉略微愣神，然后转过头，发出一丝苦涩的微笑。从她的反应，娜娜觉得斯婉一定知道缘由。当娜娜问出为什么的那一刻，斯婉打了个激灵，似乎在犹豫是否要揭露真相。娜娜自从得知自己记忆缺失后，便开始搜集布兰奇家族的资料。他们圣魔法不仅限于肉体，仍还适用于神经，因此娜娜一度怀疑自己是被圣魔法消除了记忆。突然间，斯婉思绪纷乱，忍不住狂抓起了头发。最后，她以上课迟到为借口站起离开。临别时，她表示自己不会告诉娜娜，因为即使回忆起来也毫无任何好处。你只需要活在当下即可。斯婉的神情透露出悲伤，让娜娜感到难以再继续询问。然而很快，斯婉又笑着请求娜娜以后好好相处，就像今天这样，每天都要和我交谈。娜娜反问为何不是你主动找我呢？斯婉听后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因为我害羞而无法开口，而且也无法与你对视。她的举止让娜娜感到莫名其妙。小时候不是关系很融洽的吗？相识这么久竟然还会害羞。就这样，斯婉和娜娜挥手告别。但通过这次的探寻，娜娜心中反而更加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斯婉沉默不语。回到房间的斯婉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她庆幸没有吐露内心真相，当时的撕心裂肺的呐喊如今仍然在耳边回荡。一阵痛苦的记忆之后，斯婉下定决心要将此事隐瞒到底。娜娜和斯婉的童年往事终于浮出水面，原来两人的关系并非简简单单的朋友关系。在昏暗到无法见到一丝光亮的绝望中，娜娜成为了斯婉唯一的救赎。不久前，在娜娜的追问之下，斯婉心有余悸地逃回了宿舍。慌张的她甚至未察觉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伊芙坐在床上嬉笑着向斯婉打招呼，第一次见到斯婉如此落寞，她情不自禁地挑逗了一番。她示意斯婉桌子上有她要的东西，伊芙以住校为借口告诉斯婉以后无法再帮她搜集消息。斯婉本来并不太在意，可看到东西后，她却一时不知所措。明明她要的是与娜娜有关的东西，伊芙却给她拍了一张黄毛小狗的照片，还说这只狗的名字就叫娜娜。眼见斯婉怒不可遏的模样，伊芙赶紧来到窗边准备溜之大吉。临行前，她嘱咐斯婉不要再过多牵挂娜娜，毕竟布兰奇家族的人都缺乏情感。虽然你们外表看起来像是天使，但内心却异常阴暗，谁也不知道你在策划些什么坏主意，所以麻烦你离我们家娜娜远一点。闻及此言，斯婉不禁浑身一颤，你又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面对斯婉的问题，伊芙表情看似无奈，实则心中却充满了狂喜，打算好好炫耀。她自豪地宣称自己就是娜娜最英俊迷人的哥哥。面对伊芙的装逼，斯婉沉默不语，毫无丝毫反应，轻轻拿起一本书，将伊芙从窗户打出去。赶走伊芙后，斯婉瘫坐在床上。虽然她表面装作不在乎伊芙的话，但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深深触动了她的内心。正如伊芙所说，布兰奇家族历代都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这要归功于他们家族对继承人残酷的训练方式。为了能够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继承者每天都要忍受地狱般的煎熬，只有不断承受折磨，才能突破先天治愈力的极限。这种残酷的训练导致继承人对所有人都心存仇恨。因此，布兰奇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继承人在被授予爵位时，
需要亲手杀死前任公爵。在司婉看来，长期遭受这种折磨，能保持精神正常才是不可思议。他曾经时刻梦想着能亲手除掉公爵，也许是幸运降临，或是早有注定。如今的他对此已毫无兴趣，毕竟一切都源自父亲，才让他有机会结识娜娜。7年前，从未与他交谈过的布兰奇公爵突然带他前往维斯特家，是从告知斯威夫公爵会议结束后前来接他。斯婉强忍受疼痛，对父亲带他来的目的感到困惑，但无论如何都比被禁锢起来要强。之后，斯婉来到练武场磨练剑术，将憎恶转化为力量，设想每一次攻击都落在折磨自己的人身上。突然，旁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个金发小屁孩正在向另一个孩子讲解关于空间移动魔法的相关知识。斯婉将两人视为维斯特家族的子嗣，转身专心致志地进行自己的训练。这时候，娜娜和赫斯也注意到了斯婉。娜娜小声说，他应该是布兰奇公爵的儿子。想起父亲曾说要与公爵家的公子和睦相处，出于礼貌，娜娜决定与对方打个招呼。两人一边靠近斯婉，一边说着你好。斯婉却装作没听见一样，仍然敲着木桩。娜娜只好先自我介绍，然后再介绍赫斯。没想到斯婉敲得更厉害了，似乎下定决心不理会两人。赫斯见状劝娜娜让他自己待着，他们两个去旁边玩。于是娜娜拉着赫斯在地上解释魔法阵，虽然完全听不懂，但赫斯还是夸奖娜娜聪明。斯婉好奇地打量着两人，发现他们自顾自玩得很开心，他感到愤怒，觉得其他人都过得那么轻松，为何他要无缘无故承受那些折磨？由于魔力涣散，斯婉的治愈魔法无法持续，他身上不断渗出鲜血。偏偏这一幕正巧被娜娜撞见，他急忙赶上前去查看情况，发现斯婉受伤后，娜娜劝他不要再继续练剑。就在那时，斯婉说出了对娜娜的第一句话，也是让他懊悔终身的话：给我滚开！声嘶力竭的咆哮下的娜娜不敢出声。后来每次去维斯特家，公爵都让斯婉做好准备，斯婉万般不愿，因为即使去了，他也会被抛到练武场去练剑。公爵无奈地叹了口气，命令他即使不愿意也必须去，因为我乐意。如果你不愿听家主的话，就尽快继承爵位。斯婉顿时无言以对。就这样，他又一次孤独地被扔在了练武场。斯婉严重怀疑公爵是不是在对他进行服从性测试。然而相比公爵，更令他困惑的是娜娜。每次他来，对方都会刻意来找他，要么是约他玩，要么就是给他吃点饼干，或者是自不量力地与他切磋武艺。实际上娜娜也对他感到厌烦，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善待客人。然而斯婉已经厌倦了这个无论如何发脾气都要来找他的小孩。直到某一天，斯婉对娜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一天，斯婉的状况比往常更加糟糕，因为训练的强度日益增加，他无法完全掌控体内的魔力。就在他想要好好休息的时候，娜娜又来找他了。斯婉顿时像只炸毛的猫，向娜娜投去敌意的目光。赫斯顿被斯温吓得躲在娜娜身后，他不想让娜娜再和这个凶巴巴的人说话。于是娜娜决定今天向赫斯展示她的瞬移魔法。在娜娜绘制魔法阵的过程中，斯婉坐在长椅上歇息，看着两人在一旁欢快嬉戏。斯婉的心情愈发烦躁，她的脸上不禁流出冷汗，因无法集中魔力治愈伤口，血液渐渐从绷带渗出。就在这时，娜娜突然施展瞬移魔法，出现在斯婉的面前。她正在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却看到了斯婉被鲜血染红的绷带。娜娜随即在包里搜寻起来，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插手，但你的伤口比平时还要严重。娜娜将纱布放在斯婉身旁，叮嘱她涂完药并换上新的纱布。你也不想一直忍受着回家吧？娜娜正要离开，身后的斯婉却对她发出警告威胁道，要是你敢泄露这件事，我就弄死你。娜娜下意识地扭过头，看到斯婉眼神锐利，如同一把利刃。晚上回家后，斯婉像往常一样进行着训练。过了许久，侍从终于结束了对斯婉的折磨。随着房门渐渐关闭，斯婉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冰冷，因为今天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所以感受到的疼痛也比往常更加明显。斯婉紧紧抱住自己，竭尽所能施展治愈魔法。突然她的目光变得空洞，她想到一死了之，去世后不再忍受痛苦，或许会享受舒适安宁的生活。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眼前掠过，以为有入侵者，斯婉立刻警惕起来。她举起碎裂的盘子，准备向对方的脖子上划去。娜娜转过头，尴尬地向斯婉打招呼说你好。经过解释后得知，她的瞬间移动魔法又出现了故障，现在魔力耗尽的她无法再次使用瞬间移动。斯婉也没有力气把娜娜赶走，干脆让她留在这里随意安排。眼看斯婉的状况比平日里更加糟糕，娜娜劝她去床上休息，她却说没力气，并且不需要你操心。娜娜也不想再操心了，但她感觉斯婉随时都有可能昏倒，于是她抓住斯婉的衣服，把她拖到床上，顺带为她换上了清洁的纱布。看到那些可怕的伤口，娜娜不禁呕吐了出来，然后她拿了块抹布擦地板，口中解释说是晚饭吃的不好。看到娜娜一副随时要吐的模样，斯婉扔给她一颗魔法宝石，让她赶紧使用，然后回家。如果你再敢进入我的房间，我就撕碎你。她相信这样完美的威胁一定会让娜娜望而却步。然而没过多久，娜娜又出现在门口，还带着一大堆魔法道具。娜娜与斯婉的童年往事终于揭开面纱，在永无止境的苦难囹圄中，娜娜成为了斯婉唯一的救赎。自娜娜第一次瞬间传送到斯婉家后，斯婉警告说下次再来就要撕碎她。谁知隔天，娜娜就带着一堆魔法道具找上门来。看她一脸得意的表情，斯婉万般无语。难道你以为仅凭这些我就束手无策吗？娜娜根本无视斯婉的警告。你饿了吗？我带了点零食。见娜娜不把自己放在心上，斯婉气得咬牙切齿。她大声呼喊冲向娜娜，却被娜娜灵巧的闪开，轻松躲过。反而是斯婉摔了个大跟头。由于刚刚接受完训练，斯婉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而这时娜娜竟然毫无怨恨的向她伸出援手。
他笑容灿烂地将思婉从地上扶起，更换好纱布后，我们在一起玩吧。自那个夜晚以后，娜娜经常会跑到思婉的房间。一开始思婉也感到厌烦，但娜娜每次都会给她带甜食，然后亲自喂她吃，还会帮她更换崭新的纱布，并将她安置到床上。在娜娜细心照料下，思婉的治愈能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如今微小的伤口只需一瞬间就能完全愈合。正巧这时，娜娜瞬间出现在了思婉的房间，两人轻轻问候了一下，随即思婉主动伸出手，反正胳膊怎么扭都拧不过大腿，需要更换纱布时请赶快更换。娜娜对她的妥协感到满意。在更换纱布的时候，娜娜发现思婉的伤口没有像以前那样严重，看起来是她的照料导致思婉的治愈力有所提升。突然思婉的提问让她感到一愣，你是不是因为喜欢装出善良的缘故才来照顾我？娜娜毫不犹豫地否认了这个答案。然而思婉仍旧想追根究底，娜娜干脆不理睬她的问题，刷刷3-2下为思婉换上纱布，随后又拿出家里带来的小零食，最后取出消遣用的象棋盘，现在可以尽情享受玩耍的乐趣了。用这样低劣的方式转移话题，思婉简直无法忍受。于是娜娜随意找了个借口，她的下棋技艺无与伦比，所以只是想找到一个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思婉一声大喊打断了她的废话。娜娜被吓了一跳，老老实实的解释道，她心里觉得孤独的人被困在房间里很可怜，生病时有人陪伴会比较好，而且她也无法忍受小孩受伤难过。思婉有些莫名其妙，你把粉毛女朋友当妹妹照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何况你也只不过是个小毛孩，装什么成熟呢？听到娜娜的解释，思婉顿时感到乏味无趣。所以你每天来探望我，无非是出于同情心。尽管娜娜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汇，但事实又确实如思婉所说。为了避免尴尬的气氛，娜娜立即要求思婉在棋盘上与她决一死战。随着象棋决出胜负，思婉发出一声笑声，明明每天都在失败，却仍然大言不惭。娜娜气得掀掉棋盘，辩解自己并没有输。时间不早了，娜娜准备使用传送魔法离开。思婉静静地看着，没有挽留的意思。突然她嘱咐娜娜，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按时而不是提前。娜娜点头表示同意。那朋友明日相见。思婉对朋友这个词很不感兴趣，娜娜表示每天都一同玩，了解彼此的秘密就是真正的朋友。思婉喝了一口茶，然后进行反驳，我从未意识到你有何秘密。娜娜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一个，其实我是位女生。闻听此言，思婉没忍住差点把茶水喷洒出来，她的思绪一片混乱。在她看来，除了那个变态的父亲，凡是拥有长发的都是女性，短头发的就是男生。整理心绪后，她平静下来，只要知道娜娜是女生，我是男生就足够了。不知不觉间，思婉向娜娜敞开了心扉，也多亏了娜娜的陪伴，她才能在残酷的折磨中坚持下来。当时她甚至觉得自己能承受任何痛苦，然而现实与幻想却大相径庭。那天娜娜像往常一样瞬间出现在思婉的房间里，结果竟然看到她痛苦的匍匐在地上。娜娜急忙上前询问思婉的情况，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思婉受伤如此严重。随即便看到思婉泪流满面，声音颤抖地喃喃着，为何我必须忍受这些折磨？我要消灭他们。话音刚落，思婉就在娜娜面前突然倒地昏倒过去。等思婉清醒过来，刚睁开眼睛，就看到娜娜坐在自己的床边。她挺身而起，想要查看自己的伤情，本以为会留下许多伤痕，结果却出奇的干净。尽管娜娜协助处理了伤口，也不应该什么事都没有才对。突然她注意到娜娜肩膀上的伤痕，面对思婉的询问，娜娜有些不自在，从她的反应中推测到是自己造成的。她伸出手准备为娜娜进行治疗，可娜娜被她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她一巴掌将思婉的手推开，表示自己不需治愈魔法。话音刚落，思婉心中顿时一震，娜娜难道领悟了治愈魔法的真谛？顿时一段记忆涌上心头。在昏迷前，她情绪激动地向娜娜倾诉了心事，她怨恨自己如同垃圾桶般承载了他人的痛楚，既然谁都漠视她的生死，她又凭什么要成为别人的替罪羊？她发誓要让那些人体会受到虐待时的痛苦心情。也就是那时她无意间伤害了娜娜，如今娜娜不再接受她的治愈魔法，说明布兰奇家族的隐秘已经曝光。思婉劝娜娜在删除记忆之前让她看看伤口，见娜娜始终未答应，思婉仿佛自己的龌龊被人洞悉，她自暴自弃地朝娜娜大喊，我们家族就是为了这个用途才存在的。原来思婉每天伤痕累累的原因便出自于此。随着娜娜的伤口转移到思婉的身上，然后很快消失无踪。布兰奇家族的治愈魔法本质上是一种伤口转移的魔法，承担他人的痛苦，将伤口转嫁至己身，再利用治愈能力来给自己疗伤。因此家族的继承人需要每天忍受折磨，以提升自身的治疗能力。若要拯救垂危的病人，那继承者必须在生死边缘进行无数次训练。思婉拥有布兰奇家族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魔力，所以他比任何人更早进行了训练。看到娜娜似乎有些被深深震撼，思婉表示有事要向她请教。在昏厥期间，你是否帮我增强了魔力？按理来说，魔力失控时她身上应该有许多伤痕，但此刻身上却很干净。从娜娜躲闪的眼神中，思婉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前段时间娜娜利用思婉的魔法时研究了神秘的圣魔法。娜娜无语，思婉连她的性别也难以分别，偏偏在这方面那么敏感，于是她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研发出了能够增强治愈效果的魔法阵，如果思婉需要的话，自己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很高兴能够帮上思婉的忙。渴望着娜娜，思婉却陷入了困惑。一方面她很高兴有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但另一方面她又感到恐惧，她担心与布兰奇家族产生纠葛会给娜娜带来伤害。思婉犹豫是否删除娜娜的记忆，将她送回家，但她又觉得舍不得，只能装作不耐烦的态度劝告娜娜，
以后不要过多表现同情心和多管闲事。娜娜见状，刚准备告辞，思婉不想让她就这样离开，她从被窝里探出脑袋，请求娜娜等她入睡后再离开。面对娜娜的质疑，思婉首次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她曾认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只能选择忍耐这条道路。然而娜娜的出现给了她撒娇的机会，娜娜简直难以置信，这还是她熟悉的那个思婉吗？最终娜娜被思婉的可爱攻势所征服，选择留了下来。她躺在床上询问思婉，想知道如何哄她才肯入睡。思婉开出的条件是一块魔法石唱一首摇篮曲的天价。然而娜娜的歌声却让思婉怀疑她的声带是否受损。不久之后，娜娜自己先呼呼大睡过去，思婉呆呆地望着娜娜安详的睡颜，她伸出手轻轻捏住娜娜的袖口，最终她仍然舍不得抹去娜娜的回忆，她不希望娜娜忘记与她共度的美好时光。娜娜失去记忆的真相即将揭晓。自娜娜得知布兰奇家族治愈魔法的秘密后，她的记忆本应该被立即消除，但思婉心中始终怀揣一丝侥幸，她不忍让娜娜遗忘与她共度的美好时光，以为可以永远自私地享受娜娜的善良。然而不久之后，她开始感到懊悔。这天，布兰奇公爵吩咐思婉准备前往维斯特家族，与以往的抗议截然不同。思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公爵见状，凝视着思婉，沉默片刻。你的回应如此迅速，难道你就等着我带你去吗？很快，思婉就到了维斯特府。此时，娜娜正在武馆刻苦练习剑术，赫斯坐在一旁劝娜娜去他家玩。听娜娜说一会斯登要来，他露出满脸的疑惑。娜娜解释说，其实斯登就是指斯婉哈登。就在这时，思婉也来到了练武场。一见到思婉，赫斯就对她怀有敌意。为何你可以被娜娜称呼昵称？他紧紧抱住娜娜，表达对她的独占欲，他才是娜娜最亲密的朋友。思婉不耐烦地挥挥手，没有下雨，却天天打着伞。我要和娜娜练武，请你离开。赫斯听后立刻告诉娜娜，他坚决反对，思婉绝对不可以。由于很少外出，思婉对性别并不敏感，他下意识地把说这番话的赫斯当成了男生。赫斯听到这番话，当场石化般呆住，他哽咽着请求娜娜在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娜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于是以上厕所为借口溜走。为了得到回复，赫斯紧追不舍，望着两人远去的身影，思婉不禁露出微笑。虽然他不太喜欢粉毛，但这段时间他们玩的还算愉快。突然间，思婉感到脖子传来一阵剧痛，用手摸了一下伤口，手上沾满鲜血，让思婉心头涌现不祥的预感。晚上，思婉依旧接受了残酷的训练，这一次她不得不承受各种士兵和病人的伤痕，心想无法轻易痊愈，艰难地躺在床上。这时，她因痛苦而满脸冷汗，心里想着娜娜，盼望她赶快赶来。突然，她想起白天娜娜说过今天不会前来。娜娜为了避免与赫斯产生矛盾，答应了赫斯去她家玩。思婉不理解和愚笨的粉毛能玩什么，但娜娜却说赫斯其实很聪明，他曾阅读关于帝国政治的书籍，或许是因为父母不赞同他读书，因此赫斯从未向他人提及。娜娜也因此萌生了送赫斯一支万年笔的念头，希望他能尽情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到娜娜不会出现，思婉陷入了绝望。她从未想过自己竟然会如此依赖他。思婉用力抓住被子，想要像过去一样孤独地忍受痛苦。她命令自己坚持下去，等到明天娜娜就会到来。然而就在这时，思婉全身的伤口撕裂开来，伴随着凄厉的哭声。无法想象的疼痛将思婉吞噬殆尽，来不及愈合，新的伤口又会在肌肤上不断涌现，新伤和旧伤不断累积，思婉的精神几乎崩溃。一想到这种痛苦以后还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惧瞬间涌上心头。因为担心思婉的状况，娜娜告别赫斯后，立刻传送到思婉的房间。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她难以置信，思婉满身鲜血，一动不动躺在血泊中。娜娜尝试帮助思婉清理伤口，然而与往常不同，思婉的伤口完全没有出现愈合的迹象。此时她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任由鲜血不断涌出伤口。他声音沙哑，艰难地请求娜娜答应他，杀了我，不要再让我忍受煎熬。既然你曾说过我们是朋友，那么就算死在你手里，我也不会觉得冤枉。他艰难地从床上坐起，就是这里割断我的脖子，让我解脱。娜娜怒气冲冲地要求思婉停止胡说八道，然而对他的回应却是思婉声嘶力竭的咆哮。他指责娜娜根本无法体会他的痛苦，如今他已经厌倦了这种如同地狱般的生活。他因疼痛而呼吸困难，听着思婉不断的哀求，娜娜也陷入了犹豫，心神不宁。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做到。让我这样做是想让我被噩梦吓醒吗？我可不会对你的死负责。娜娜紧紧抓住思婉，强迫思婉贴住自己的额头。虽然我不能结束你的生命，但可以与你共同承受痛苦。说完之后，娜娜吟唱着激活魔法阵的咒语，耀眼的光芒映照着两人的身影。思婉领悟了娜娜话语中的含义，然而她来不及阻止。直到魔法完全消逝后，娜娜最终放开了手，她的身体也发生了爆裂。此刻思婉的痛楚已然消逝，然而她却高兴不起来。原本应该由她承受的伤害，如今全都落在了娜娜身上。思婉命令她将伤害转嫁回去，娜娜并未答应。她决定等待思婉的魔力恢复稳定后再进行转移，而且她还特意准备了能调节魔力的魔法石，这样她能显著缓解症状。然而下一刻，魔法石竟在娜娜的手心破碎，转眼间娜娜身上明显出现了伤痕，显然娜娜低估了思婉长期以来所承受的痛苦。当她在思婉面前昏倒过去时，思婉瞬间如疯了一样，情绪失控的高声呼喊，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娜娜，震惊、绝望和恐惧在她心中盘旋不断。如今思婉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她的治愈魔法上，然而即使她再努力，也无法阻止娜娜的伤势不断恶化。看着娜娜的身体逐渐变得冰凉，思婉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无能为力，泪水不断从她的眼眶中流淌。要是她也拥有公爵般的治愈能力，那该多好啊！想到这里，思望的眼睛闪烁起来，
他抱着伤痕累累的娜娜，请求父亲拯救他。在公爵的治疗下，娜娜成功摆脱了危险。公爵感到惊讶，娜娜居然研究出了增强圣魔法的魔法阵。更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去找斯婉。在公爵的示意之下，斯婉下定决心消除娜娜的记忆。尽管公爵答应斯婉可以留下一些回忆，只删去了与治愈能力相关的记忆，然而斯婉却选择消除一切关于自己的痕迹，因为他不愿让娜娜记住他那伤痕累累的模样，更不想让他再卷入进来。斯婉伸出手，轻抚着娜娜的额头，随着魔力的注入，斯婉进入了娜娜精神深处。这些蜡烛是记忆的象征。虽然很好奇娜娜与哪些人有过美好的回忆，但斯婉没有贸然的进行查看。找到关于自己的记忆之后，斯婉端起蜡烛，回忆与娜娜相处的美好时光，随后皱眉，把蜡烛一个个吹灭。完成所有事情后，他将蜡烛沉入水底。就在他即将离去的那一刻，他忽然灵光一现，既然已经毁掉了娜娜的一个记忆，他索性再帮助娜娜消除一个不愉快的回忆。在内心深处，酒红色代表着痛苦的回忆。斯婉四处张望，却找不到一支酒红色的蜡烛。这时他抬头，却发现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无数酒红色的回忆交织在一起。难以置信，娜娜竟然拥有如此痛苦的回忆。在那些回忆中，他看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黑发少女。在斯婉绝望到想放弃自己的时候，娜娜主动施展魔法转移了他的痛苦，然而这一举动却差点让他丧命。危急关头，斯婉请求公爵将娜娜解救，前往精神世界抹去了娜娜与他的记忆。做完这些后，斯婉整夜守在娜娜的床边，可娜娜毫无苏醒的迹象。担心的斯婉找到公爵询问娜娜的状况，公爵简直被斯婉烦得头疼。仅1小时前，他才刚被叫去检查，他坦率地表示斯婉拖了娜娜的后腿。斯婉听完后气愤地骂道：“公爵简直就是个江湖骗子！”随后转身回房间。这时公爵叫住了斯婉，如今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巡查的水平。公爵想听听斯婉是否有意参加这项历练，这是布兰奇家族每一代继承人都必须经历的挑战，同时也是继承爵位的必备条件。在战场上为无数受伤的士兵治疗伤势，磨砺自己的能力，一般继承人需要在那里待10年甚至更久，但公爵认为以斯婉的天赋，只需3年便可完成。说完，他指了指身后堆成山的文件，希望斯婉尽快回来继承爵位。他答应斯婉，不论娜娜将来去哪所学院，他都会满足。斯婉对公爵放弃爵位的理由感到无法言喻。突然他想到一直以来困扰着自己的问题，身为魔法世家公爵，为何要求他学习剑术？当初为何要刻意带他去维斯特家？公爵漫不经心地解释，只是想带斯婉出去放松一下。在他继承爵位之前，上任的公爵直到他出去巡查前，一直把他关在房间接受训练，因此他这样做只是希望斯婉动手时别太受折磨，最好能干净利落地解决他的问题。尽管斯婉对公爵的回答充满了厌恶，但他心里却拉近了与公爵的距离。明明记得以前时时刻刻想要杀死他，和他聊过后，反而心中不再存有想法，对其他人斯婉也不再那么反感。这多亏有一个愿意共同承担痛苦的朋友，才有了这一切。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娜娜，斯婉严重怀疑公爵在说谎。然而下一刻，娜娜竟然苏醒过来，面对娜娜的目光，斯婉有些手足无措。听到娜娜询问她的身份，斯婉浑身不禁颤抖。她劝告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为了让娜娜彻底忘却自己，她甚至打算抹去这一刻的记忆。就在娜娜疑惑不解的时候，斯婉伸手放在娜娜的额头，释放出魔法力量，伴随着她的祝福，娜娜再次进入了沉沉的梦乡。现在只要将娜娜送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作为告别，斯婉在娜娜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经历这件事后，斯婉与公爵之间也彼此敞开了心扉。公爵头疼的是，斯婉无时不刻都在唠叨娜娜的名字，甚至因此打了一顿皇太子一顿，让公爵产生了删除斯婉记忆的念头。不久后，斯婉主动前往战场，他不愿再次与娜娜相遇，却又得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想娜娜再次因为他的无能而受伤，所以斯婉时刻不放松，全力以赴，只为将来有资格站在娜娜面前。即使这个过程是如此痛苦，但他一次又一次坚持忍耐，只盼能再次与娜娜相见。回到当下时间，斯婉在教室里为了如何与娜娜打招呼而苦恼，一想到娜娜，他的心便止不住的怦然而动。原本以为娜娜还像从前一样像个男生，没想到现在竟然变得如此美丽。在他眼中，娜娜如同精灵般漂亮，过于耀眼，让他不敢与之对视，所以初次见面，他才有些拘谨，不好意思打招呼。当他在路上搬行李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娜娜。由于紧张没有做好准备，他打算假装没有看到，不料竟然不小心撞上了该死的粉毛。见到心心念念的人出现在眼前，斯婉却怎么都开不了口。如今回想起这个画面，他感到羞愧。班里其他同学都给他投来异样的目光。霎时，斯婉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他和娜娜初次相遇在别墅，虽然当时还是小孩模样，但他确信那正是他在抹去记忆时看到的人。曾经他努力帮助娜娜治愈，但痛楚如此深刻，他根本无法触及，心中猜测着娜娜和那位女性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娜娜要刻意变成那副模样？明明她的外貌已经十分可爱了。他在纸上拙劣地勾勒着娜娜的肖像，不料却在这时粉毛找上门，被打断画画，心情颇为不爽。然而赫斯竟意外的没有与斯婉吵架，毕竟在他看来，娜娜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他叮嘱斯婉画完后去红班揍个人，听到那个人向内娜表白，还嘲讽娜娜只是男爵家的小姐。斯婉当场气得捏断铅笔，他拿出凶器威胁，要让那小子领略天道轮回的威力。周围的同学都吓得心惊胆战，唯独赫斯面无表情帮助斯婉引路，而斯婉内心也十分欣慰，如今终于可以让他来保护娜娜了。